小白，你莫不是欺负我北域无人？王女，这北域王女的气度未免也太小了。怎么，小世子这就怕了？你不比也行，我们到时候找国子监其他人论比一番便是。那还是本世子来吧。确实气派万分啊！走，进去看看吧。对了，怎么没看到丁大人和你们一起？丁大人昨晚喝多了，身体不太舒服，一早醒来后便回鸿胪市了。那我还记得你们使团里有一人穿着黑衣，头上戴着一个大帽子，今日怎么也没看到他？小世子想必记错了，我们两国使团的人都在这儿呢，并没有你说的这么一号人物。哦，那或许是本世子记错了吧？否认的这么干净，那个三爷张些年该快些查出来。江世子，你可算是来国子监了。威儿昨日便来了，这一等可是一直等到了现在。是吗？等我将他们两国使团给打发走了，便好好陪你2天。江叔子，原来你有心上人啊！既然如此，江叔子昨日还去春月楼那种地方，可就有些过分了。你昨日去春月楼了？身上的银子够不够？啊？若是不够的话，我给你拿一些。他怎么不生气？昨日他们两国使团包下了整个春月楼，花了足足1万两呢。我那点小钱，人家春月楼顺手便给免了。毕竟我昨日只是在那里喝酒，不像某些人把春月楼所有姑娘全都叫过去作陪。江小白，你昨日便来了？我听说两国使团会到国子监，所以想着过来看看。看看我吗？不是，看别的。别的？有我好看吗？没有，不对，有。辞藻华丽，意境极致，不学无术，纨绔好色，仗着镇北侯府世子的身份四处胡来，从滕子秀到我自己，竟没在他手里讨到半点便宜。这个家伙比来之前所了解的要难对付太多。见过祭酒大人。这位想必便是北域王女吧？您想必便是国子监祭酒大人樊老吧？正是老朽。王女此次观赏国子监，可还满意？若有什么建议想法，但说无妨。不敢，大华国子监无论规模还是学风，都远胜我们北域的学府。我等前来也只有学习的份儿。不过，我们北域和齐国此次前来国子监，倒也做了些准备，希望能在国子监这边论比一番。关于此事，来时的路上已经和江家小世子谈好了。那你们准备如何论比？我们北域和齐国各出一个课题，小世子这边出一个课题，看看哪边听课的学子更多一些。这里终归是大华，在场学子都是大华的人，他哪里来的自信？既然王女与江世子已经谈好，老朽自然没有意见。不过，便不要以人数来定了，等双方挨个上去讲，讲完之后，再由在场学子一同投票，岂不是更好？如此也可。至于讲课的位置，便定在这里吧。请。江世子，咱们谁先来？哦，你们两国先来吧。好，那我们北域先来。他准备自己讲课，之前口中所说的能人，就是他自己。多谢各位国子监的学子捧场。今日我们两国使团准备讲的话题是：何以为敌，何以为镜，以及论我赫连昭月
有多仰慕江家小世子。何以为敌，何以为镜，勉强说得过去。仰慕我，他刚才不是恨不得拔刀砍我？世间之敌，因利而争，因国而战。北境数十年，我北余与镇北侯府交手无数，双方死伤不计其数。可越是交手，我北余越明白，真正的强敌，往往也是最值得敬重之人。北余王女在大华国子监里夸镇北侯府，这女人绝对有问题。敌也未必只在战场，对学子而言，不解为敌；对朝廷而言，必正为敌；对自身而言，懦弱、贪婪同样可称为敌。不知敌，便不知如何胜敌；不敬敌，便永远看不到自身不足。所以今日，本王女并非只是为了称赞镇北侯府，真正强大的敌人可以成为自己的一面镜子，让你看见自身短处，也让你知道接下来该走什么路。接下来便是论本王女为何仰慕江世子了。这一路而来，本王女听到了风花雪月，也看到了天下第一楼记，还知道了何为诗说，何为马说，甚至见到了那篇令人惊叹的《洛神赋》。诗说马说洛神赋。正因如此，本王女才知道传言中的纨绔终究只是传言。站在本王女面前的江小白，是朝堂之上敢斥敌国，面对两国使团不退半步的大华状元，能文能谋亦有趣。如此男子，即便身处敌国，又岂能不让人刮目相看？这女人夸人可真够狠的。不用解释，她有问题。除此之外，江世子出身镇北侯府，而镇北侯府与我北余征战多年，双方本该仇深似海，可江世子却提出边事之策。此策若成，我北余可以牛羊战马换取粮食，大化边民，也可以少受战乱之苦。一个敢与我北余为敌，却又愿为两国百姓谋一条生路之人，本王女仰慕他，有何不可？而且本王女相信，此次由我出使大华，亦是冥冥中的缘。说是授课论笔，这话一说出口，是把北余、江家我全绑在一起了。这话他搞不好是专门说给皇帝听的，好让萧劲玄以为镇北侯府和北余有联系。可挑拨意味这么明显，那位多疑的皇下不可能看不出来。老朽今日所讲的课题名为《以商止歌》。小白，该你了。本世子今日要讲的是，俊色当前，女人该如何自处，外加男人在外，记得也要保护好自己。一个太过俊美的男子，让你们这些女子太过心动了，怎么办？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学会克制。第一，眼睛不能一直盯着，看一眼是欣赏，看两眼是喜欢。若是一直看，会吓到我们这种胆小的男子。就拿李姑娘来说，那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突然对本世子示爱，当时可把我吓得不轻。第二，若刚刚见面不久，千万不能说什么仰慕。王女刚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仰慕本世子，可她并不知道，仰慕本世子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了。就算王女现在报名，怕也只能先排着队。运气好，排个10年8年，或许能让本世子多看上一眼；运气不好，这辈子怕是都得不到本世子的垂青。所以王女，你得学得高明一点，不能一开口就让人看出你心里的想法。别的不说，就本世子身边这位龙牙丫鬟，她便非常高明，每日戴着斗笠，想怎么看本世子便怎么看，哪怕盯着本世子看上一天，在斗笠里面擦上一天的口水，本世子都不知道。还有唐姑娘，借着有任务在身，守在本世子身边，都有多久了？我只是比喻，大家不要多想。
第三，若实在抑制不住内心的躁动，该怎么办？最好的方式是转过身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告诉自己，他是你永远也得不到的男人。他长得再好看，也不是你的。千万不要上头，更不能强扑。毕竟我们男子对自己的清白看得极重，若是愤怒起来，直接报官把你们抓走，那就不好了。女子若是管不住自己的眼睛，就一定要管住自己的手。心动可以，动手那就是另外一个价钱，不对，是另外一回事了。见色而心动是人之常情，但心动而不乱才是修养。真正的克制，从来不是眼中无美，而是心中有尺，行事有度。心中有尺，行事有度。至于最后一点，男人在外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这点在场的男子可要听好了。出门在外，怀里最好随时揣上一把匕首，尤其夜晚，尽量不要一个人行路。万一走到小巷里，被某些见色起意的女子拖进去，该当如何？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清白没了，哭都没地方哭。另外，女子递过来的酒，千万不能随便喝，万一里边放了蒙汗药呢？这酒一喝，两眼一闭，等第二天醒来，床边突然多出一名女子，那咱们的清白可就毁了呀。最后一点，尽量离女子远一些，尤其是本世子这种生得太过俊逸的男子。没办法，长得太好，难免会让一些女子把持不住。世人只知红颜易惹风波，却不知俊色太盛，同样也是一场劫。唉，本世子守了这么多年，是真的累啊。江世子说的没错，女子的清白是清白，男子的清白也是清白。清白。好了，本世子最后再送诸位一句：花有其姿，人有其心，见色而悦，无伤大雅。音乐适度，便是诗礼。真正的喜欢，不该让人害怕，更不该让人为难。给喜欢留一份体面，也给自己留一条退路。江石子，你倒是说清楚，那日若不是你突然要演戏，我哪里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那些话啊？是吗？咱们演戏了吗？我不记得呀。总之，我当时就是为了配合你。明白，只是一个不注意，把自己配合进来了。江小白，本姑娘守在你身边是为了执行任务，怎么到了你嘴里就成为了靠近你我才去执行的这个任务？来，你倒是把话给我说清楚。我那是比喻。比喻是吧？本姑娘也喜欢比喻，但是拿剑比喻。江世子，这场论辩你赢了。这场论比的输赢，他根本不看重。威尔，那你们两个聊，我还有课，先走了。小白，我总觉得两国使团这次前来，不只是为了鞭尸，尤其北隅和你们镇北侯府世代为敌，你一定要小心些。我知道，放心吧，就算为了你，我也不能出事啊。那你倒是说说，咱们两个到底是谁喜欢谁，喜欢的发疯？当然是你啊！在国子监专程等了我2天，就足以证明。哪有？我昨天还回去了呢，只是今日一早又重新过来的。哦，也就是说昨天没见到我想的吃姐，所以今日天刚亮，便又跑过来了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是我喜欢你，喜欢的发疯。哼，这还差不多啊？你说什么？没听到算了。江世子，国子监我们已经看过了，现在是不是该去下一个地方了？可以。这位，那我先去忙了。
说说吧，下一个地方去哪？去皇家园林走走吧。我听说那里有一位高人，小曲儿好像弹得不错。王女大人还喜欢听曲儿呢。偶尔听听。来大华之前，功课做得挺足。好，那便去皇家园林走走。不过，王女刚刚输给本世子的1万两，准备什么时候给？不急，咱们2人打赌时也没定下给钱的时间，所以过个10年8年，等江世子什么时候垂青本王女了，本王女再给你也不迟。他今天在国子监那番话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一个时辰，人是要活动的。禁军少了这么多，今天没有皇家之人来。来，诸位远道而来，请吧，本王亲自带你们四处走走。多谢四王爷。大华的皇家园林果然名不虚传。王爷，我听说你们大华的青山会也在这皇家园林之内。没错，青山会在我大华地位比较特殊，这皇家园林说起来还是以青山会为中心向外扩建而成。那位琴艺极高的高人不知身在何处，也不知我等今日有没有缘分听上一曲。这个本王可不敢保证。那位高人莫非就在那座莲亭之内？正是，上次这位高人弹奏，还是因为江世子写了2首曲子的缘故。真没想到，小世子竟然还会写曲儿呢。那不知道这次……不写，1万两银子都不愿意给，还想让本少子写曲儿，想屁吃呢？什么1万两？这2人之间还打了赌？那我若是说，本王女偶然之间听到了一些关于你2位哥哥的消息，江世子，你写还是不写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大哥和二哥，莫非还没死？3件北境兵败，将云策将连征全军覆没，尸骨至今未寻。北域若活捉了他们，早该拿出来动摇军心，可3年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可没这样说。江世子若是想听，便写上一首曲子，让湖中的高人演绎一番。如此，本王女便将了解到的事情和你说上一说。若是连演绎都做不到，那本王女也没有说的必要了。可以，不过写就不用写了。还请高人演绎一曲。高山流水，我送出去的曲子，第一次听人弹。好曲，王女，这下是不是可以说了？江世子，你想必是听错了吧？刚刚本王女说的是你写一首曲子，让湖中高人演绎，所以这位高人直接演绎的曲子自然不能作数。怎么，江世子想知道消息，却连一首曲子都舍不得写？这天底下可没有凭空掉馅饼的好事。好，我写。等等，本王女还有一个要求。刚才那首曲子的确不错，但太过平静。本王女今日想听一首能够真正触动人心的曲子。你的意思是，本世子不仅得给你写曲儿，还得让你哭不成？好啊，哭！你若真能写一首让本王月落泪的曲儿，除了2位哥哥的消息，本王女再追加一个消息。此话当真？自然，不过前提是
你的曲子真能做到。拿纸笔来。这么快？你等着哭就行。哼，本王女倒是想看看你这曲子如何让我哭。思君安然，你这曲儿真能让王女哭。也能让你哭。宗主，他这次送来的曲子如何？唉，此曲不适合琴，去将我的胡弦拿来吧。宗主，说实话，我不太喜欢这种曲儿。宗主，那我出去让江少子重新写一曲。不，弹。闻风动影摇曳，望霞红夕阳斜。度双宿双飞蝶，现相思枝头缺。一年年风花雪月，一夜夜守孤灯半风歇。伤心处，最不忍是离别，泪如血。盼生死或同却。兄长也死在战场上。人高马大，哭起来倒挺机智。哭就哭了，你瞪我做什么？你赢了。你大哥江云策，二哥江临轩，当年的确被我北域大军围困，最后他们二人带着剩下的兵将一同跳下了悬崖。我北域派了大量军队去崖底搜寻，最后只找到4、5具尸体，其余人的尸体一具都没有找到。真的吗？你也别高兴得太早，那片雪崖连绵不绝，崖底常年风雪覆盖，里边还有大片山林，就算他们侥幸活下来，也绝对走不出去。或许他们依旧死在里面，只是没人知道尸体在什么位置。没有尸体，就还有一线生机。那追加的消息呢？等咱们分开之时，本王女再告诉你也不迟。江叔子，我家宗主邀请您过去一趟。唐姑娘，带我过去吧。江世子，冒昧问一下，若我现在可以帮你一个忙，你最希望我能帮你做什么？请求我写了，就看高人您敢不敢做了。可以。若此事真发生，别当我还你这首曲子的情。行了，你去吧。多谢。这位高人好像有些不太对劲。走吧，去别的地方看看。请。不用管他了。师姐，3年前的事情是你做的吧？难怪他们落下山崖都没死，看来师姐您还是不够绝情啊。等等，后边是你救了他们。有人想要诬陷我，而他们二人便是最好的人证。
不过此事也多亏师姐手下留情，否则他们落下山崖之时便已经死了，不可能等到我派人过去。他们人在哪儿？还不能说。他小时候去过藏风山，湖心那位正是藏风宗宗主。大华的皇家园林确实令人叹为观止。四王爷，这次有劳您辛苦带路了。王女不必客气，本王负责这边，这些自然是应该的。况且今日跟着你们，还听了2首难得的曲儿，如此算来，本王也不算白忙活。王爷，天色不早了，那我们便先告辞了。直接送我们回镇北侯府吧。本王女说的分开，是在红炉寺门口分开。当然，你若不想听后边消息的话，那就在你们镇北侯府分开。你笑什么？本上子笑王女您可真好算计啊！是不是等本上子到了红螺寺门口，你又会说我说的是在红螺寺里边分开？等本世子进了红俗司，你还会说是在你的房门口分开？等本世子到了你的房门口，你又会说是在我的小床上分开？等我坐上你的小床，我就知道你对本世子图谋不轨。王女啊王女，你当真是可怕至极啊！那小世子可以不去。去吧，虽然我这样做有些羊入虎穴了，但俗话说得好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所以本世子倒是想看看你王女到底为本世子准备了什么。我具体有什么准备，等到了红狼司后，小世子也便知道了。这家伙已经猜到有问题，却还敢跟过来。王女，红炉寺已经到了，你是不是可以说说那所谓的消息了？可以说起来，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。当年我北隅曾设下一计，想将你父亲彻底灭杀，而且你父亲已经进入死局。可惜你父亲本身实力不俗，身边还有不少将领拼死相护，最终让他逃了出去。是吗？能让镇北侯府的将领拼死断后，那一场围杀凶到什么程度？可他常年领军，普通计谋落不进死局。至于你父亲为何会中计，是因为你们江家出了一位叛徒，此人投靠了我们北隅。哦，谁？江景轩。你父亲当年为了保住江家名声，对外声称江景战死北境，一个背叛家国、投靠敌国的人，最后落得一个忠烈之名，听来便让人觉得可笑。看来名声对你们江家来说很重要啊。所以，之前那个戴着斗笠的黑衣人，便是我那位已经战死的小叔。是。兄妹6人，父亲排第2，江景轩老3，三爷。江家该换换主人了，他要的是我爹的位置。那王女，现在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，看样子是不准备让我离开了。不，本王女会让你走，但不是现在。这是我北雍特有的醉仙香，只要吸入一点，便会在瞬间失去全身力气，哪怕武道修为再高，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。别管我，带走唐姑娘，走。追！
的速度。算了，别追了。带他进红鹿寺，放到我的床上。是。王女，那二人真的不用追。若他们把消息带回镇北侯府，会不会坏了咱们此次计划？不会，此地距镇北侯府甚远，那名高手又中了醉仙香，赶不回去那么快，时间上还来得及。醒了。你臭娘们儿，还真把本世子送到你的小床上了。放心，本王女对你没有任何兴趣，最多只是把你我的衣服脱了，然后顺便唱一出好戏而已。你该不会是打算故意让人看见咱们二人睡在一起？如此一来，别人便会觉得本世子和你们北隅私底下早就有了瓜葛。国子监那一句仰慕，可只要我咬定是被强迫的，这戏就唱不成。小世子，你的确是个聪明人，但这一次，相信我，你们镇北侯府完了。怎么，你还有后招呢？哎呀，江郎，我好害怕，快将他们赶出去！江郎，江郎，这娘们儿还真够可以的，来得这么巧，不是巧，是有人算好了时间。先出去。江世子、王女大人，还请你们二位尽快穿好衣服。江郎，妾身为您穿衣。喊上瘾了是吧？解药。好了，你们进来吧。小世子，随我们进宫一趟吧。有人举报你与北隅私下勾结，涉嫌通敌，如今陛下已经在宫里等着你了。通敌？怎么可能？陛下他一定是误会了，我与江郎是清白的，我们之间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呀。他要是直接承认，反倒显得假。他这么慌着替我打掩护，越掩护就越像有事，这女人够狠。哼，有没有通敌不是你们说了算。王女大人也随我们走一趟吧。从醒来到现在，他只惊讶了一下。镇隐司亲眼看见我们躺在床上，他脸上都没什么慌乱。这家伙难道还有后手？有后手又能怎样？此次计划不止他这一环，这次镇北侯府必然变天。轿子里坐着的是江景城本人，慢了一步。这种时辰召百官入朝，上回是什么年头的事儿了？陛下这个时辰突然召我等入朝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？我正睡着就被人拉起来了。李相若知道，还请说一声，我等好提前应对。不清楚，等着吧。
孟首府，您那里可有消息？您贵为首府，总该清楚一些吧？不知。老哥，你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？陛下为何这么早就召百官前来？听通传的公公说，有人通敌卖国，具体什么情况，我尚且不知。对了，小白呢？怎么没看到他过来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昨天出门后就一直没有回来，一晚上都没回。陛下驾到！我等参见陛下。免礼。劳烦各位爱卿这么早便赶来上朝，朕突然收到消息，说咱们大华有人暗中勾结北虞。此事涉及通敌卖国，朕实在难以入睡，这才将各位爱卿提前叫来商议一番。通敌北虞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呀！到底是什么人会有这么大的胆子？行了，带人上来。臣江小白，参见陛下。北虞王女赫连昭月，见过大化皇帝。江小白，朕收到消息，有人举报你暗中勾结北虞，意图通敌冒国。此事你可有什么想解释的？大华陛下，此事不是真的。我身为王女，出使大华只为鞭尸而来，不掺杂任何私心。况且我北虞与镇北侯府世代为敌，在北境征战多年，死伤无数。再如何说，我也不可能和江生子扯到一起去。急着撇清，这盆脏水泼得还真够可以。陛下，我等收到消息，赶往鸿胪寺时，看到江收子和王女在一张床上。王女还称呼江收子为江郎。江小白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？回陛下，是北虞王女暗中给臣下药，等臣醒来之时，便已经躺在了她的床上。臣怀疑王女是故意用此计诬陷臣与北虞有所勾结，还请陛下明鉴。那你说王女给你下药之事，可有明证？有，唐姑娘当时也在马车内，且同样中了北虞的毒。她后来逃离了出去，等唐姑娘醒来以后，自然可以为臣作证。说出长公主的身份，今日这事儿就能说明白。可她扮成丫鬟跟在我身边的事，一辈子都洗不干净。小白，我女儿中毒了。放心吧，唐叔，唐姑娘她应该无事。大华陛下，江少子说的确实没错，我下毒了死剂。另外，江少子也确实被我强行绑到了床上，以此进行诬陷。江少子本身是清白的，所以还请大华陛下等等那位唐姑娘，相信她可以帮我们作证。顺着杆子就往上爬，这女人够狠。到底如何，朕也不能只听你们的一面之词。来人，将江景轩带上来。江景轩，他不是10年前就死在北境了吗？我见鬼了，这还真是江景轩！他竟然还活着！1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镇北侯府江景轩参见陛下。免礼。通敌的消息是你派人传给朕的，如今百官都在，你把知道的事当众说出来。另外，10年前你不是已经死在北境了吗？为何还活着？此事朕也要一个解释。臣10年前在北境并非战死，
而是被家兄江景城给卖了。唐奎，当年臣落入死局，身边将士尽数战死，只能侥幸逃入北隅。这些年隐姓埋名，在北隅摸爬滚打，受尽屈辱，才好不容易赢得他们的信任。可臣身在北隅，从未忘记自己是大华之人。这些年一直暗中搜集北隅情报，直到随使团进入大华，才终于找到机会脱身，把消息递给陛下。哼，背叛江家，投靠北隅，到他嘴里成了忍辱负重10年。搜集情报，那你这次都搜集到了什么？臣搜集到的事情很多，其中最为重要的，便是家兄江景城与北隅之间的密信往来。这便是臣冒死从北隅取出来的证据。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我北隅这些年待你不薄吧？难怪刚到大华你就突然失踪，原来你是江景轩。行了，江景城，这些密信你准备如何解释？哦，臣是被冤枉的。冤枉？那你告诉朕，江景轩明明还活着，你为何对外声称他已战死？还有这些信上的字，你敢说不是你的笔迹？江侯，果然是好手段啊！平日在朝堂上口口声声忠君报国，背地里却一直和北隅暗通存取，难怪北境那边一直缺银。陛下，这些密信上的笔记，定然是江景轩派人仿写的。我们北隅从未和镇北侯府有过任何密信往来。他把咱们要说的全说了。此事可不是王女一句话便能撇清的，还请陛下裁决。陛下，我觉得事有蹊跷，还是调查比较稳妥。李相，证据已经确凿，还有什么好调查的？江家世代忠烈，不可能做如此之事。而且江景轩在北隅这么久，能回来早就回来了，何必拖到现在？够了！镇北侯府通敌卖国，朕实在难以信服，所以此事不能不查。周四卿，此案就交给你们大理寺，必须好好彻查。是，陛下。至于江侯和江小白，在事情没有查清之前，暂时送入大牢吧。而镇北侯府由江景轩暂时接管，等一切查清后再另行定夺。陛下英明！陛下英明！江景城，你要造反不成？陛下，我自己走。江景轩，我若是你，就死在北域，而不是回来给咱们江家抹黑。王女，好手段。不过，且等着。小叔是吧？我和我父亲意见相左，我倒是觉得你回来挺好的，至少你回来了，咱们江家以前给你立的牌位，才算真正有了用处。北隅王女，你此次出使大华，目的看来并不单纯。陛下，其中必然有所误会。有其后自然知晓。在此之前，
王女便留在弘历寺，期间不得擅自离开。行了，朕累了，退朝吧。退朝。只要尽快掌控侯府，这江家的主人便是我了。李相，眼下怎么办？此事明显是北隅设计，冲着镇北侯府来的，而陛下应该也是将计就计。侯府出事好事，对陛下同样是好事。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做？你现在立刻派人去镇北侯府，先将江夫人接到你府上。另外，江侯的那些亲信，你能联络的尽量联络，保证他们的安全。好说。李相，我们长公主有请您过去一趟。哼，江景轩这个狗东西，真是气死我了！父亲，你若早将小叔的事情告诉我，哪还有这么多麻烦？怎么样，父亲，可还有什么后招？没有，这事儿打得我猝不及防，哪来的后招？陛下怕是也想借着江景轩削弱我在镇北军中的影响，等他彻底接管侯府，再顺势插手镇北军。陛下只要将他拿捏住，咱们镇北侯府还是……原来您啥都知道啊！不过眼下必须尽快想个办法才行。别想了，我有后招。后招？什么后招？我准备在皇帝的头上动动刀。臭小子，你该不会是打算……小白，我跟你说，别的事情你都可以乱来，造反这种事万万不可。先帝对咱们江家着实不薄，你真做了这种事，咱们江家必会被天下人戳脊梁骨。放心吧，老爹，我有分寸。行了，你有分寸就行，但还是那句话，无论做什么都得有底线。咱们江家成了先帝恩情，才一步步走到今日。先帝是先帝，萧劲玄是萧劲玄，刀都盖到脖子上了，那就换个皇帝。见过长公主。李相不必客气，我听说江侯和江小白被关入了大牢，不知李相能否将事情详细说说？是，江小白与赫连昭月同处一床，被人当场撞破。战死10年的江景轩活着回来，亲自指证江侯通敌，再加上那几封几乎以假乱真的密函，环环相扣，眼下看上去几乎无解。那不知李相可有解决之法？这暂时还没有想到。但老夫可以确定，那些密函必然是假的。只要能找到伪造密函的人，此事就能解决。咦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到了什么。长公主想到了什么？据我了解，伪造这些密函的人，或许和曾庆池有所关系。曾家那小子我见过，确实有些才华，但凭他的能力，还没办法把江侯的笔记放到如此程度。倒是他的祖父曾学士。长公主，您这个消息可靠吗？可靠。他的字，我书房里就挂着一幅，如此看来，极有可能便是曾老的手笔。那李相觉得此事该如何处置？密函若是曾禄所写，那便必须让他亲口承认才行。此事具体如何做，交给老夫便是。长公主，那老夫就先告辞了。等等，不管如何，还请李相必须将江小白他们父子2人从大牢里救出来。本宫不想看到江家出事。放心吧，长公主，我会尽力的。
唐将军，我家夫人就交给您了。放心吧。你确定不跟我一起走？不了，我留下来给侯爷和世子探探消息。万一真探到点有用的东西，说不定还能帮侯爷和世子一把。如此也罢，不过你自己小心一些。我这人别的不行，命还是挺硬的。嫂子，老哥和小白那边你就放心，这事儿看着麻烦，可陛下只是让人彻查，并没有直接定罪，用不了多久，他们肯定就能放出来。爹，江夫人，江小白呢？小白暂时被陛下关进大牢了。我去救他！回来！救？你准备怎么救？你这丫头，不会是想去劫狱吧？爹，江小白是被陷害的，是赫连昭月给我们下了毒，他才会被他带走。我去跟陛下说清楚。没用，江小白在朝堂上已经说过了，还提了你这个证人。那陛下为何还要把他关进大牢？因为赫连昭月主动承认了。他为何会如此说？他若真想诬陷江小白，不该把自己推得干干净净吗？女儿不明白。你这丫头到底是年轻，她是北余王女，北余和镇北侯府世代仇敌。她越是袒护江小白，越是替江家说话，别人就越觉得他们之间真的有问题。这女人真是好算计，我去杀了她！你这丫头，你能不能先冷静一些？可是没什么可是，你江伯父和小白只是暂时被关押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况且你体内的毒都还没彻底解开，就算去了，又能做什么？是。镇北侯府虽然依旧姓江，但从今日开始，却是我江景轩的江了。谁？小人张新年，不知您是？我叫江景轩。江景轩，您莫非是侯爷的那位弟弟三爷？废话，这是陛下的手谕，总做不得假吧？可小人记得侯爷说过，三爷您已经在北境战死了。哼，我自然有办法活下来。原来如此，三爷能活着回来，这是大喜事啊！只是侯爷今日去上朝了，他若知道您回来，必然高兴。是吗？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？回三爷，北境的一名千户，能爬到千户，有些本事。去，把侯府内白毒以上的人全部召集过来，我有事情要宣布。是。呸！陷害侯爷和世子的狗东西，还真把自己当三爷了。召集人是吧？等着，等老子把人召集过来，先他娘的打你一顿再说。好好替我家世子出出气。这黑桶子是什么东西？回三爷，听府里人说，此物是泡茶用的。哼，我这个二哥用这么大的东西泡茶，还真够嚣张的。待会儿泡上一桶子给我尝尝。是。那张新年去召集人，怎么如此慢？收了这些北京旧将，侯府才算真到我手里。哪来的狗东西，也敢冒充我们镇北侯府的江三爷？我们三爷早在北京战死了，冒充之前也不知道打听打听。兄弟们让一让，求求你们了，
也让我踢上一脚。你都踢3脚了，还没够，让我来，我1年没洗脚。住手！都快住手呀！兄弟们，这位真的是江三爷呀！让开，都住手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三爷息怒，他们听说您回来了，自然不信。您不是有陛下的手谕吗？快拿出来，让他们好好看看。你们都看清楚了，这是陛下亲自给我的手谕。我等见过三爷。召集你们过来是有事情要宣布。我二哥江景成如今已被陛下暂时收押，从今日开始，镇北侯府便暂时由我江景轩接管。尔等可都听清楚了？是。三爷，侯爷为何会被陛下收押？这事情还在调查，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将我二哥尽快救出来。多谢三爷。尔等先回去准备，这2日我会亲自前往江家军营视察。是。三爷，您没事吧？这狗东西还真够抗揍。没事，你跟我去大堂，我有一些事情要问你。侯爷，世子，先吃些早点吧。父亲，别吃。怎么，你还担心有人在饭菜里下毒？放心，咱们才刚被关进来，谁有如此大的胆子敢在大牢里毒害老子？哎，事有万一，还是小心点吧。行，听你的。父亲，你有没有闻到什么香味？香味儿？饭香？不，是女人香。哼，她应该来过，看了咱们一眼又走了。啊？谁？你说的那人到底是谁？一位高人，咱们这次能不能破局，便要看他了。咦，还真走了吗？我还有话要说呢。父亲，您的腰牌在身上不？在呢。你要做什么？狱卒，狱卒，世子有什么吩咐？去给我拿纸笔来。你很不错，我记住你了。臭小子，你乱写什么呢？还有我的腰牌，你怎么乱扔？哦，我给那高人传信呢。哼，藏头露尾的算什么高人？而且还是个女子。女子的话，那能高到哪儿去？难不成还能比你老子强不成？内力附在发丝上甩出去，一男如登天。这一根还能在墙上立住片刻。九品入宗境。小白，你从哪里认识的此等高人？爹，看来人家不想让我说。也罢，那便别说了。那你的计划是什么？咱们父子大概什么时候能离开这大牢？放心吧，应该不会太久。不会太久吗？就算李相帮忙，也得找寻证据才行。不，有的时候不需要证据，就看我那位小叔什么时候行动了。我相信他刚接下镇北侯府，应该不会拖太久的。李相虽已去查蹭路，江景轩敢在朝堂上拿出那些密函，后边的事必然早就安排妥了。蹭路那里怕是没那么容易开口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没有本宫的吩咐，谁也不许进来。师姐怎么突然过来了？还有，师姐如今到底站在哪边？是我皇兄还是江家？我刚刚去过大牢了。是吗？那江小白和江侯如何？尚可，二人暂时没有受伤。
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？李相已经去处理了，只要能够查出那些密函是伪造的，江家的通敌之罪自然也就无法坐实。那师姐此次过来，不知可有什么想法？没有。那师姐来我这里做什么？这是江小白留下的。昨日皇家园林他亲手写下交给我，这第2章是他刚刚在大牢里给我的。这江小白好大的胆子。不过若真按他所写的去做，倒不用慢慢找证据了。师姐，你可敢照做？最后之时是以藏宗宗主的身份，还是以个人身份帮江家一次全当还债？只是我担心江小白玩真的。师姐这么说，我也有点担心。相信他吧，这家伙做事大胆，但还不至于什么都不顾。师姐，你现在就去办，早点做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这江小白够可怕的，跟在他身边这么久，我怎么就没看出来？我那好侄儿酿的酒确实不错。咦，这酒水哪来的沫子？新酒都这样，沫子越多味儿越正。三爷，您眼下接管了侯府，但接管不代表掌控。王女的意思是，尽快接管兵营，只有拿下兵营，您这位三爷才算真正站稳。大华皇帝也惦记着这兵营，若让他抢先一步，别说触碰北境，镇北侯府怕是要先没了。放心，我今日已见过侯府30多位千户，陛下的手谕摆在那里，他们对我恭敬得很。掌控兵防不过早晚的事，但前提是我那位好哥哥必须死。此事可有安排？自然，刑部总司赵大人已经做好了妥善安排，他们父子2人应该活不过今晚。好，只要我那好哥哥一死，整个江家再没人压得住我。以后大华没有镇北侯，只有我江三爷。小白，要不咱们简单吃上一些？我想应该没什么事儿吧。最好不要。狱卒或许没问题，可做饭的人呢？中途送饭的人呢？这饭不能乱吃。他妈的，江景轩这个狗东西，等老子出去，非扒了他的皮不罢！侯爷，世子，我等是来救你们的，快跟我们出去！谁让你们来就救我的？赶紧走！侯爷，再不走便来不及了。我们接到消息，陛下已经准备将您和世子秘密处死。什么？萧敬轩要杀我们？快来人啊！这里有人劫牢！小白，狱卒呢？禁军呢？再不来，人便要跑了。你没中毒？哼，中你大爷！快，这几个人想劫狱，千万别让他们跑了！老子先弄死你！什么情况？你是张牧？我还说这背后的人是谁，原来是赵宾同赵大人啊！我和他说2句话。江世子，您别为难我们。放心，就2句话。陛下问你时，先什么都不要说，给我拖到明天。本世子保你无事。是。
好小子，刚才那个人是你安排的？之前策反了一个，本来也没指望他能有多大用处，没想到这次反而帮了我一次。所以，这饭菜里确实有毒。对，他们知道你有7品实力，所以先在饭里下毒，就算毒不死，假装劫狱时也能顺手灭口。赵冰天应该已经通敌了，既然他今晚动了手，那咱们江家那位三爷明天也会行动。父亲，等着吧，明天可有一场好戏能看了。大戏？你倒是说说，究竟是什么大戏？爹，这戏得现听现看才有意思，提前知道了反而无趣。你这臭小子，卖关子还卖到老子头上来了。也罢，老子就等着看你明日能弄出什么大戏。一天没吃东西，又和那些黑衣人动了手，父亲再忍忍，明日出去多吃些便是。要不我先给您来一段贯口，解解馋。贯口？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您可听好了，等出去了，我请您吃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尾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。停！别说了，你越说，老子越饿。父亲，我这里还有一个消息。什么消息？我大哥和二哥可能没死。小白，这种事情可不能开玩笑。没有乱说，赫连昭月在皇家园林时亲口告诉了我一件事。当年大哥二哥坠下悬崖后，北隅曾派出不少人到崖底砖棚找过他们。他们找到了几具兵将的尸体，却唯独没有找到大哥和二哥。北域的人搜过崖底，却没找到云策和林泉的尸体。他们从小练武，身手不弱，若坠崖时遇到积雪，或者被树木拦住，他们真有可能还活着。只是那片雪山连绵不绝，环境恶劣，即便当时活下来，想从里面走出来，也没那么容易。而且，大哥二哥已经失踪3年，如果他们早已脱困，为何始终不回来？又为何从未设法联系江家？这确实说不通。除非他们被困在了某个地方，又或者是因为某些原因，根本无法回来。无论如何，只要有机会，就必须查清楚。对，必须调查，哪怕只有一线可能，也必须查。此事暂时不要告诉你母亲。我知道，现在只是没找到尸体，还不能证明他们一定活着。若让母亲重新燃起希望，最后却发现，好啊！密函不是我写的。曾大人一直不开口，此事怕是不好查。晚些时候，老奴亲自去曾府，看看能否从书房找到证据。若还是不行，便直接将曾禄带回来，想办法从他嘴里撬出来。不必，现在强行抓人只会打草惊蛇。消息一旦传出去，还可能被人反咬一口，说我为了救江景城，私逼翰林院试毒煞师做伪证。曾禄不是不知道，而是不敢说。他担心的应该是曾庆池。想让曾禄开口，或许得先找到曾庆池。我先和那小子聊聊。谁？李相，我家主人命我前来通知您，密函之事不用继续调查了。你家主人是长公主？
是。证明密函伪造是喜偿江景城通敌罪名的关键。长公主为何让我停手？主人说，明日李相自然会知道。明日究竟会发生什么？三爷，马车已经备好，随时都可以去军营。看着有些糊，办事倒还算利落。二哥和江小白现在应该已经死了。走，咱们现在便去军营。只要掌控兵营，京城3万兵甲便会尽归我手。再以这3万人为根基，北境80万大军，我也能慢慢插手。笑吧，现在多笑2声。等到了兵营，我倒想看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这就是江家留在京城的3万兵甲。去，将咱们江家的兵将全部召集过来。是。3万，整整3万兵甲。三爷，侯府在京的兵将已经全部齐聚，还请三爷您说上2句。诸位之中，有些人认识我，有些人或许只听过我的名字。我叫江景轩，江家3子，也是镇北侯江景城的亲弟弟。10年前，所有人都以为我死在北境，如今老天让我活下来，也让我重新回到了江家。我二哥遭人构陷，暂时被陛下收押，镇北侯府不可一日无人掌管，所以陛下亲自下旨，由我暂时接管侯府。我知道，你们很多人跟随我二哥多年，对他忠心耿耿。今日我站在这里，不是要夺他的东西，也不是让你们背弃于他，我只是要在事情查清之前，替他守好江家，守好兵营，也守好你们。等我二哥沉冤得雪，我会亲自将他迎回来。但在此之前，侯府不能乱，军心更不能乱。只要我还在一天，便绝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为江家流过血的人。难道这些人不愿认我？我等誓死效忠三爷！我等誓死效忠三爷！原来我江家三爷的名号还没有被彻底遗忘。三爷，如今朝堂局势不稳，陛下又对江家步步紧逼，不如咱们直接造反，推举三爷您称帝如何？什么玩意儿？造反？还推举我称帝？兄弟们，三爷已决定起兵造反，咱们今日便推举三爷称帝，如何？推举三爷称帝！推举三爷称帝！推举三爷称帝！称帝！张新年，你在那乱说什么呢？造反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三爷，咱们在京有3万将士，若现在杀向皇宫，必然顺利至极。难道您就不想坐那把龙椅吗？我第一次见三爷，就知道您是干大事的人。如今侯爷和世子都被关在大牢，生死不明，万一您也进去了，我等又该怎么办？
陛下很快就会派人收编我等，可这些将士愿意跟的是三爷您。只要三爷称帝，我等便能跟着吃香喝辣。届时收下北隅齐国，再挥师南征，这天下都是三爷您的。若真坐上皇位，北隅算什么？赫连昭月又算什么？江景城和江小白已经入狱，说不定早就死了。推举三爷称帝！推举三爷称帝！来人，快给三爷备马！还请三爷上马，我等今日便送三爷登上帝位。3万将爷称帝！推举三爷称帝！推举三爷称帝！好，既然诸位如此抬举，那便试上一试。忽然来！昨天才接管侯府，今天第一次来兵营，就要称帝了，顺利还不好吗？等皇室收走兵权，我就什么都没了。萧劲轩毫无防备，3万兵甲突然杀到，未必不能成功。等我坐上龙椅，北隅也得向我俯首称臣。李相，你可有事情要禀报？回陛下，臣无事禀报。周思清，朕命你调查镇北侯通敌一事，可有进展？回陛下，眼下还没有太多眉目。朕相信镇北侯是无辜的，此事必须尽快查清，免得镇北侯和江少子继续在狱中受罪。是。昨日大牢中有人意图劫狱，而且正是冲着镇北侯和江小白去的。诸位爱卿，怎么看？有人劫狱，便说明有人心虚。臣以为应定下期限，若期限内仍找不到镇北侯被冤枉的证据，便应尽快将通敌之事落实，昭告天下。臣觉得不妥。镇北侯府为大华镇守边关多年，满门忠烈，事情尚未查清便昭告天下，只会让世人寒心，让大华将士寒心。通敌密函已经找到，江家世子还与北隅王女睡到了一张床上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李相还有什么可解释的？况且李相还是镇北侯府的亲家，真要追究起来，您怕也难辞其咎。陛下，江侯分明是被人构陷，更何况镇北侯府在京城还有3万兵甲，他们对镇北侯忠心耿耿，臣担心。陛下不必担心。江景轩也是镇北侯府的人，更是他拿出通敌密函揭露此事，凭他的身份，用不了多久便能掌控那3万兵甲。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江景轩带着3万兵甲起兵造反了！江景轩率领3万兵甲正朝皇宫方向而来。什么？江景轩造反了？此等大事，你可不能信口胡说！江景轩怎会造反？首辅大人，属下绝不敢乱说。3万兵甲已经逼近皇宫，禁军前去阻拦，可对方人数太多，根本拦不住。现在再从别处抽调禁军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属下看得清清楚楚，领兵之人正是江景轩。妙，这一计实在太妙了。伪造密函，诬陷江景城，再借陛下手术接管兵权，如今带兵逼宫，江景城通敌之事，自然就有了另一种解释。3万兵甲已动，单靠禁军根本镇不住，如今能让他们停下的，只有镇北侯江景城。我终于明白萧云舒为何派人传话，让我不必再追查密函。陛下，江侯果然是被人冤枉的。江景轩狼子野心，为掌控镇北侯府兵权，
故意拿出伪造密函，将江侯与江世子送入大牢。如今他的目的已经达到，便率3万兵甲造反，其心可诛。镇北侯镇守北境多年，在军中威望极高，眼下晋军难以抵挡，只有镇北侯出面，才可能让3万将士停下。还请陛下立刻释放镇北侯。还请陛下释放镇北侯。来人，马上去皇宫大牢将江侯和江世子请出来，快！是。这一河脏水泼回去，江景轩不认也得认。此计究竟出自萧云熙，还是江小白？父亲不就是一天没吃饭吗？等今日出去多吃些便是。那也得真能出去才行。要不儿子再给您来一段贯口？滚！小白，咱们今日真能出去？相信我，一定可以。看样子，外边已经乱了。乱了？什么乱了？别管杂家，快把牢门打开！侯爷、世子，陛下有旨，请二位立刻前往大殿。陛下，真准备放我们出去了？高公公，这不妥吧？江世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和父亲如今身负通敌之罪，岂能说出去就出去？高公公身上可有陛下手谕？这杂家传的是陛下口谕，口谕不管用。世子，哪家奉的是陛下之命，难道还能假传圣谕不成？这可说不准。万一高公公受了歹人指使，故意骗我们父子出去呢？等我们刚走出大牢，立刻被扣上一顶畏罪潜逃的帽子，这个责任谁来承担？江世子，杂家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是不是？谁也说不清。父亲，您说呢？对，我儿说的有道理。侯爷、世子，外边事情紧急，实在耽搁不得啊！既然紧急，那高公公便赶紧回去吧。让陛下亲自过来一趟，也浪费不了多少时间。没有陛下亲口说明，别人我们信不过。好，杂家这便去禀告陛下。臭小子，让陛下亲自来大牢，你不是胡闹吗？陛下万金之躯，岂会来这种地方？他一定会来。3番2次针对咱们镇北侯府，这一次必须让他低这个头。大华确实不错，可出来这么久，本王女也有些想家了。等江景轩彻底拿下镇北侯府，再等江小白父子定罪，我们便可以回北域了。到时候江家兵权动荡，大火北境必然大乱，我北域便可直趋而入。话虽如此，可不知为何，本王女心里总有些不安。江小白才思敏捷，做事又让人捉摸不透，万一他还留着什么后手，只怕会有麻烦。王女太看得起他了，眼下他和镇北侯一同被关进大牢，镇北侯府也落到了江景修手里。只是这次计划让王女受了些委屈，这点倒也无妨，本王女并没有损失什么。王女，不好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江景轩带着镇北侯府的人造反了！什么？老夫亲眼看到，镇北侯府3万兵甲离开兵营，直奔皇宫而去，带头之人正是江景轩。王女，
咱们怕是都被江景轩利用了。不是江景轩利用了咱们，是他也被人利用了。江景轩带着北隅与镇北侯通敌的密件回到大华，又在朝堂上说自己身在北隅，心在大华。可他刚把镇北侯父子送进大牢，刚接管镇北侯府，就立刻带兵造反。这不是在告诉满朝文武，他之前说的一切全都是假的？好一个江小白，竟然走了这样一步棋。师姐，您这棋艺好像下降了，还没走到最后呢。主子，江景轩带着镇北侯府的兵将已经打进皇宫了。这么快？师姐，该您出手了。斗笠借用下。师姐长得这么美，还怕见人不成？主子，江景轩如今带着3万兵甲造反，您说江上子那边会不会借此事直接……镇北侯府世代忠烈，如此之事怎么可能做得出来？以后这种话不要让我听到。是，主子。江小白这个混蛋，若真敢这么做，本宫绝不饶他。怎么就你一人？江景城和江小白人呢？陛下，江公子信不过奴才，说是让您亲自去大牢里叫他们出来，他们才会相信。亲自去大牢，便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向镇北侯府低头。萧劲玄，今日你若识相，便自己走下来，将皇位让给我；若是不识相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推举三爷称帝。江景轩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哼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是想借我的手拿下我二哥，再顺势掌控镇北侯府？可惜，如今镇北侯府3万兵甲已经尽归我手。所以，那封通敌密函是假的？自然是假的，是我拜托曾家公子找曾路书写的。仅凭你一人，做不到这些，你背后还有人。江景轩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现在认罪还来得及，陛下或许还能从轻发落。就这局势，我还用他从轻发落？萧劲玄，赶紧给我滚下来！藏风宗的高手，你们藏风宗的规矩应该无权插手今日之事。我身后3万兵甲顺应人心，另立新主。你若敢动我，这里的人一个都别想活。此事因谁而起，便因谁来收。我只等半个时辰，半个时辰后，这里的事与我无关。江景城竟然还没死！若他真来到这里，来人，不用管我，先给我杀了这个狗皇帝！推举三爷称帝！推举三爷称帝！怎么没听到我说话吗？我让你们杀了萧劲玄！推举三爷称帝！三爷称帝！推举三爷称帝！他妈的，还能这么玩呢？小白，陛下真的会亲自过来？放心吧，陛下一定会来。让陛下亲自来大牢赦免我们，这怎么可能？除非陛下连天子的颜面都不要了。不仅会来，态度还得好好的。陛下驾到！还真来了。臣江景城见过陛下。臣江小白见过陛下。行了，免了。朕先前让高公公来传你们前往大殿，你们不信，
现在朕亲自来了，总该信了吧？自然是信了。哼，既然信了，还不快走！陛下，陛下将我们父子关进大牢时，说的是镇北侯府通敌北隅。如今要放我们出去，不知我们的冤屈可洗干净了？自然，江景轩已经造反，那些通敌密函也是他亲口承认，托人伪造的。什么？江景轩那个混账竟然造反了！眼下3万兵甲已经围了朕的皇宫。江侯，朕请你出去，就是要你尽快平叛。臣愿。小白，3万兵甲围攻，你还想说什么？陛下，此事还是先说清楚的好。今日，镇北侯府因为几封伪造的通敌密底，就被关进了大牢。那明日呢？是不是随便来个阿猫阿狗拿出点什么东西，我们父子还得再进来一次？那你想如何？不是臣想如何，而是陛下应该考虑该如何才是。毕竟，我父亲出去平叛的是他自己的亲弟弟，这可是大义灭亲。此事江侯若能平叛，自然是大功一件。朕会将镇北侯府升为镇国公府，这下你可满意了？多谢陛下，陛下英明。哼，赶紧走。父亲，走啊！我这就成镇国公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江景城，你可真是我的好二哥！我伪造密函，说你通敌，你反过来就忽悠我造反是吧？3万兵甲来的时候喊得震天响，结果到了大殿，一个个只会站在那里嗷嗷叫。江景城，这就是你口口声声的忠烈，我看你也不过是个小人。啊！我何时忽悠江景轩造反了？难不成是你？什么是我？小叔，您在乱说什么呢？谁能告诉我们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们父子刚从大牢出来，整整1天连口饭都没吃，外面的事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。小白，你这位小叔造反了。什么？小叔，你造反了？咱们江家世代忠烈，陛下让您暂时掌管镇北侯府是信得过您，结果您刚拿到陛下手日，转身就带着3万兵甲造反。小叔，您糊涂啊！江小白，你可真是我的好侄儿！你敢说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？镇北侯府这3万兵将不是你指使的？小叔，陛下可是将镇北侯府亲手交给您的，他们如今怕是连我们的话都不听了。都把刀收起来。父亲，你也试试。尔等还不将刀收起来！小叔，您看到了吧？他们只听您的。你忒娘的！你来说，为何不听本公子和镇北侯的命令？抱歉，江公子，三爷手中有陛下的手谕，所以我等只听三爷的命令。好得很。既然只听我的，那我让你们杀了这个狗皇帝，你们为何不动手？三爷，您手里的手谕是陛下给的，我等既奉陛下手谕，听从三爷命令，又怎能反过来对陛下动手？那你们为何推举我称帝？三爷，
是您自己想称帝，我等身负军令，只能跟着您吆喝吆喝。吆喝吆喝！你们3万兵甲陪着我从城北一路跑到皇宫，就为了吆喝？没错，我等军令如山，必须听您安排。好得很！这位高人帮了大忙，改日多写几首曲子报答他。我这小叔气性可真大。父亲，如今手谕不在小叔手里了，您快让这里的兵将全部退下吧。尔等还不收刀退下！是。江景轩带兵造反，罪不可赦，先打入天牢，等待候审。是，陛下。镇北侯江景成，此次平叛有功，即日起升为镇国公，昭告天下。臣多谢陛下。陛下，臣觉得此事不妥。既然那些兵甲也听从陛下您的命令，那江景成此次平叛的功劳，怕是……江小白这一计确实狠。陛下英明，不过此次我镇北侯府不，如今该叫镇国公府了。我镇国公府被人如此冤枉，背后必然还有黑手，还请陛下为我镇国公府主持公道。那你想朕如何主持公道？臣记得，昨日劫狱之人中还有一个活口，不如将此人带上来审问一番。此人昨日便审过了，嘴硬得很，始终不肯开口。带上来。带劫狱罪犯。罪犯张牧参见陛下。张牧，你倒是说说，昨日是谁指派你们劫狱的？回世子大人，是赵主事吩咐我等，伪装成镇北侯府的人前去大牢劫狱。他们交代过，若能杀掉侯爷和世子，便直接灭口；若杀不成，就趁机让你们父子离开大牢，坐实畏罪潜逃的罪名。陛下，单凭一名罪犯之言，尚不足为信。孟大人说的有理，可他并非普通罪犯。张牧是臣早先安插在刑部的一名眼线，他既然参与其中，知道的恐怕不止这些，比如是谁给我们父子的牢饭下了毒？我知道，是负责看守大牢的一名百卫，名叫施宁。宣施宁。宣施宁。卑职施宁，参见陛下。施宁，谁让你在牢饭里下毒？卑职说。是赵冰田赵大人。拖下去，斩了。陛下饶命！卑职也是受人指使，陛下饶命啊！周思亲，立即派人前往刑部捉拿赵冰庭。是。赵冰田一旦落网，顺藤摸瓜，背后的人一个也跑不了。江小白，你可还有事情要说？有，臣身为2国接办使，接下来还会继续带着北域王女等人视察各处。另外，英叶祠之事，还望陛下尽快安排。赫连昭月如此陷害于你，你还要继续带着他们视察？他代表的毕竟是北域使团，
大华无法直接给他们定罪，但此事若就这么接过，臣心里也不舒服。视察之时，臣会让北隅和齐国好好长长记性，让他们知道，大华不是任人欺辱构陷的地方。行吧，朕准了。多谢陛下。既然如此，臣没有别的事情。诸位爱卿，可还有事要奏？退朝！退朝！贤婿，有一件事我实在想不通。岳父，请说。若江景轩压根儿没有造反的意思，今日这件事情怕是也成不了吧？哼，他没有造反的意思，这事儿也得成。毕竟他一张嘴，抵不过3万张嘴；他一个人也抵不过3万人。只要3万人一路高喊，推举江景轩称帝，这事儿就再也推卸不了了。你这臭小子，什么时候有这么多鬼主意了？我就在旁边听着，都觉得胆战心惊。这中间但凡出一点差错，咱们镇北侯府怕是都要万劫不复。你明明和我关在同一座大牢里，难不成就传出去一封信，便把这么大的事儿办了？哼，老匹夫，你懂什么？这可不叫鬼主意，此乃权谋。这些事儿说给你听，你也未必能懂。你只靠一计，便洗去镇北侯府的冤名，最后还让侯府升为镇国公府。如此阳谋，简直令人惊叹。从江景轩接管镇北侯府，踏进侯府大门的那一刻起，这个局便已经无解了。他以为拿着陛下手制就能掌控镇北侯府，可那3万兵将真正听的岂是他江景轩的命令？哼，一个在北隅待了10年突然回来的人，就算同样姓江，又有几个人还认他这个江三爷？即便江景轩死活不肯造反，也没有用。3万兵甲架着他离开兵营，再沿长街高喊，推举江三爷称帝。这盆脏水，他便再也甩不掉。镇北侯府是萧劲轩亲手交给江景轩的，兵营也是江景轩自己去。无论从哪方面看，这场造反都是江景轩亲手而为。他想解释也解释不清，更何况萧劲元身为皇帝，也只能认定江景轩造反。若他不认，便等于当众承认自己的手据，根本调不动镇北侯府的兵将。届时丢的就不只是他一个皇帝的颜面，而是整个皇权的颜面。先洗清自己身上的脏水，再反手把更大一盆泼回去。面对朝堂死局，还能给对手另设一座死局。贤婿，你这一手着实不俗，不就是脑子里的弯弯绕乱比旁人多了些吗？你个粗鄙武夫，果然什么都不懂。你算了，老子懒得和你计较，还是先回侯府吧。也不知道我夫人现在如何了。放心，贵夫人已经被唐奎接去了唐府，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先去我相府，到了以后，我派人去唐府通传一声，让唐奎派人送他回来时，顺便带你们回府便是。老爷，相府到了。岳父、父亲，你们2人先进吧。世子大人，你在满朝文武面前供出赵宾坛，算是立了一功。去镇北侯府吧，以后便在侯府当差。你的身手还可以，若日后有机会前往北境，也是条不错的出路。是，多谢世子大人。到了侯府，找张新年，就说是我让你过去的。是。
走吧，去大堂喝会儿茶。哼，你这破府里能有什么好茶？不过拿来漱漱口，倒也还行。报这么久了，还没报够呢。怎么还哭了？江家彻夜未归，鸿胪寺又被禁军把守。一早，京城长街上到处都在传江景轩造反了。以后可不许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。好。你若真出了什么事情，我……这话可不行说。放心吧，下次不会了。女大不中留啊！爹，小白，眼下镇北侯府已经升为镇国公府，这礼部的事情是不是也该提上日程了？这样你和知月也能早早成婚。是，岳父。等送走两国使团，礼部那边我会好好休整一番。陪审安察礼部至今，仍没有多少帷幕。眼下两国使团牵扯了太多精力，等他们离开，我便能专心处理礼部之事。好，那老夫可就等着了。我这位小叔身上肯定还藏着秘密，他在北域有人联系，大华这边也必然有人接应，否则只靠他自己绝对做不到这些。找个机会，得好好审问一番。放心，明日早朝我会上奏陛下。江景轩已经落网，便不能只当成一个造反之人处置，顺着查下去，或许真能揪出藏在暗处的人。老爷，唐将军他们的马车已经到府外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便先告辞了。小白，没事就好，你没事，娘亲也就放心了。娘，我没事。没事就好。你母亲可一直念叨着你，生怕你出了什么事情。我女儿也跟着担心，整整一晚上没睡。哎呀，爹！昨晚我不知道睡得多香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看，我女儿还不愿意承认。爹，我不理你了。岳父，威尔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回去后早点休息。走了。今日我没上早朝，朝堂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江景轩构陷忠良，证据确凿，已被陛下下诏打入天牢。好，这狗东西就该关起来。实不相瞒，当年老子就看他不是个好东西，没想到在北域待了10年，回来后更不是东西了。小白，你这次的计策确实厉害啊！堂叔过誉了，小打小闹而已。3万兵甲都冲进皇宫了，这还叫小打小闹？北县的防务还需再斟酌。见过侯爷，见过夫人，见过世子。这次事情办得不错，都是世子调教的好。这小子确实不错。哼，
行了，老哥，我府里还有些事情，便不多留了。好，这次也辛苦你了。女儿，你继续保护好小白吧。另外，哎呀，爹，您赶紧走吧。好好。看什么看？没什么。总算舒服了，走吧。世子，他又来了。萧远珠，唐姑娘，这次你可得好好感谢人家才是。真没想到，小公主身边这位聋哑丫鬟，竟然还是一位高手呢。这我可捡到宝了啊！确实。行了，都累了，今天就早点休息吧。明日一早，咱们去红炉寺，再好好会一会那位王女大人。你不是要早点休息吗？临睡前写一首曲儿，耽误不了多长时间。那位高人帮了我不少，这一曲就当谢礼。睡觉睡觉。还以为师姐今晚不来了呢。今日你逼着我皇兄亲自去了大牢，他现在对师姐怕是有些意见了吧？或许吧。看看吧，江小白给你写的。好曲儿，好曲儿。那师姐演绎一下，如何？难道吹的正是江小白刚写的曲子？这曲儿还真不一般。古琴会弹，胡弦会拉，连笛子都会吹，这位高人还真是多才多艺。云宫迅音用笛子从头吹下来，怕是要脑子缺氧吧？这曲儿若用古琴弹奏，会不会更好一些？会，古琴弹奏声势更好，若换成琵琶，又会更有味道。这曲儿我很喜欢。走了。说一句还不好意思了。世子，宫里派人来了，眼下正在外边更换牌匾呢。咱们镇北侯府以后就是镇国公府了。昨日朝堂已经定下，此事当然拖不得，牌匾尽快挂上，天下人看到的便只有江景轩造反，江景城大义莫亲。世子，那我以后也是公府的人了。行了，不就是换块牌匾吗？看把你激动的。去准备一辆马车，咱们待会儿去红炉寺。得嘞。世子来了！参见世子。不用客气。走，去会会那王女。世子，要我说，北域王女陷害您，咱们就不该找她去。你懂什么？人家帮了咱们这么大的忙，最起码也要过去感谢一番。
我等见过江世子。新年，你就留在马车上吧。王女，王女，怎么了？江小白那狗东西过来了。江小白，这家伙现在过来，肯定特别得意。不知为何，今天这心情莫名有些美丽啊。我想，我亲爱的堂兄，还有亲爱的王女大人，今日应该也开怀至极吧。王女大人，其实我今日过来是专程感谢您的。多谢王女这一番操作，让我镇北侯府直接变成了镇国公府。想我当时还一腔怒火，以为王女是在针对我镇边侯府，如今看来，是我眼界太低了。没想到王女您竟然是在帮我们啊！你说说，您这也太客气了吧？江小白，这一次是你赢了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下次还不一定谁能赢呢。啊，您还打算帮我们呢？这都不好意思。况且，我得意了吗？我就只是单纯的笑一笑而已。哦，那小世子便好好笑吧。王女还请相信我，我笑绝对不是在笑话你们，就是纯粹的开心。对了，王女，您今日穿的可还是那晚白色雕花的小衣服吗？别误会，我就是有点好奇，随便问问。啊！喂！君子动口，可不动手啊！江小白，老娘咬死你！你属狗的吧？这女人还真咬，一点没留情啊！小世子，你这次的计谋，本王女的确佩服，但我北隅可不是那么容易便能击倒的。你能赢一次，也能赢2次，可本王女不信你能一直赢下去。其实我也想输一次，但奈何实力不允许啊。今天天色不错，要不我带你们北域和齐国使团出去走走？不去，改日吧。改日，这2个字听起来怎么有点不对劲？你那是什么表情？没什么，既然王女不想出去，那便算了。不过，我的东西，你是不是该还给我了？本王女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没有图纸，那东西你们北域研究不透，就算勉强照着样子仿制出来，也不过是个摆设。五雷上用过几次，千万又开了最后一枪，现在的沙漠之雕，一发子弹都没有。本王女说了，我根本不知道小世子在说什么。可我相信，那东西应该就戴在王女身上吧？没有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只是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王女既然说自己没带，那可否让我的人搜搜身？本王女可不是你身边的侍女，能够随意碰的。不过，小世子倒是可以亲自来搜。你当我不敢？那小世子便来啊。前天晚上的事情才发生过，他又想拿搜身做文章。
怎么，小世子这便怕了？你到底搜不搜？不搜的话，本王女可就走了。王女这是不准备讲道理了。我都允许小世子亲自搜了，哪里不讲道理？亏本王女还以为小世子的胆子有多大，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。王女大人，且慢。你这是打算搜了？不，我只需要说一句话，便能让你乖乖将那东西送到我手上，而且在此期间，我不会碰你分毫。我不信。那便打赌，我若赢了，将那东西给我；我若输了，沙雕之鹰的图纸给你，随便你们北隅去造。真的？可以，我和你赌。那王女先让我确定一下，东西究竟在不在你身上，否则我说再多也无用。赫连昭月，多谢王女主动送还，那本上子可就不客气了。江小白，你不是要和我赌吗？现在东西已经到我手上了，所以不赌了。江小白，你就是个混蛋！气死了，气死我了！江小白，你给我等着！你把赫连昭月气成那样，很开心。他先耍无赖，我只是把东西拿回来而已。不过他刚才好像哭了。王女，您别太生气了。阿月，别再想了。什么叫？不就是输了几次？从来到大华开始，我们什么时候赢过他一次？文道和武道本想压住大华年轻一辈，结果出丑的是我们。朝堂上想给他扣罪名，差点把自己拖进去。好不容易把他和江景城送进皇宫大牢，才过一天，他不仅出来了，镇北侯府还升成了镇国公府。面对这种对手，确实让人无力。闭嘴！离开大华之前，本王女必须让江小白那个混蛋吃上一次亏，哪怕只有一次。王女，您邀请的客人马上便到。江小白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萧清修，他来见赫连昭月。咦？怎么？你认识？知道。此人名叫李景行，是大公主的未婚夫。大公主未来的夫君，能成为驸马，身份应该不简单吧？他出身定远府李家，李家便已位列公府。定远公府？李家长居临渊城，镇守西关，手中共握30万大军。论军中与朝堂影响，他们虽比江家稍逊，却同样不可再巧。而且李景行本人也是一个将才，只是没想到他如今竟然也回京了。难怪以前从未见过。江小白，这不是小王爷吗？你不在家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跑红衣寺干什么来了？这就不劳江世子费心了。况且，我来这里做什么，也用不着向你交代吧？倒也是，你便是江云策和江灵泉的弟弟，江小白。是我。早些年，我听说过你那2位兄长，只是听说你大哥和二哥都死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唐姑娘，他家谁死了？太可惜了呀！
我一直听说你不学无术，如今看来倒是牙尖嘴利的很。我听说你……不好意思，我没听说过你。若不是刚才我家唐姑娘给我介绍了2句，我都不知道还有你这么一号人物。什么叫我家？定远府常年镇守西关，你不好好守着那么远的地方，突然跑京城来做什么？你母亲不会是死在京城，然后你专程回来祭拜的吧？怕是没子弹了。李兄，没必要和这种人置气。也对，和你这种人动手，只会脏了我的手。对了，江小白，我听说镇北侯府昨日已经升成公府了，希望你们江家真能够担得起镇国公府这个名号。咱们也走。江小白，你不是要回府吗？刚才是，现在不想回了。萧清修和李景行一同来这里，确实有些奇怪。江世子，你刚刚不是准备离开吗？如今又回来，不知是什么意思。唐姑娘，这里是定远府吗？不是，这是鸿胪寺。哦，既然不是你们定远府，那此人为何管得如此之宽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你们先走。不，我就跟着你们走。你李兄，不用理他，他愿意跟着，那便让他跟着好了。小王爷，您来了，这位想必就是李世子吧？正是。久仰久仰，两位里面请。江小白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实不相瞒，刚刚离开以后，不知为何，我这心里甚是想念堂兄，所以想了想，还是回来再看看你。两位，请。没人邀请，没关系，我自己会走。王女不用在意，有些人啊，就和粘皮膏药一样，赶都赶不走。来，两位请坐吧。王女就不用和我见外了，我们随便坐坐就行。你们也不用客气，都坐下说话吧。江小白，王女大人，不用理他，咱们聊咱们的。我倒要看看你们到底准备聊什么。王女大人，李兄昨晚刚刚回京，今日我便将人给您带来了。你们有什么事情，先谈便是，等谈完以后，咱们再聊边事的问题。原来只是为了边事，看来他们并没有刻意避着我。李世子，本王女在北隅时便听闻过定远府李家的名声，镇守西关多年，城外诸部无人敢侵犯。王女过奖了。并非过奖，如果我猜的没错，李世子此次突然从凌渊城回京，也是为了藏风山吧？没错，藏风山即将开启，拥有藏风令之人皆可登山一试。如此机会，我自然不会错过。听闻定远府手中应该拥有多枚藏风令吧？李世子，我想要一枚藏风令。王女想要藏风令，这怕是要让王女失望了。不行，我李家确实有3枚，但藏风令并非寻常之物。此次回京，我李家的人还不够分，怕是给不了王女。金银也好，宝物也罢，
甚至北隅战马，李氏娘子都可以开价。这藏风令这么值钱？到了我定远府这个位置，普通金银没有太大意义。至于北隅战马，我李家镇守西关也并不缺。看来王女是真想要一枚藏风令啊。当然，两国使团此次前来，一是为了边事，二便是想去藏峰山见识一番。藏峰山距离开启不到1个月，有藏风令和没有藏风令可是两回事。藏风令极少流落在外，且有缘才能得到。定远府这3枚也是李家几代人积累起来的。等等，我上次一次性就得了3枚藏风令吧？江世子对藏风山也有兴趣？有点吧，有兴趣很正常。藏风山每次开启，不知会吸引多少年轻一辈前往。不过想进去，光有兴趣可没用，没有藏风令，连登山一试的资格都没有。如今你们镇北侯府已经成了镇国公府，凭这个身份，若愿意付出一些代价，说不定还能从其他地方求来一枚。可惜藏风令被我放在府上，不然非得拿出来砸他一脸。藏风令之事，我确实帮不了王女。距离藏风山开启还有一段时间，王女若真想要，可以从其他地方想办法。其他地方？王女，叫我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想问一句，你很想要藏风令？这与你何干？咱们2人好歹也同床共枕了那么几个时辰。江小白，你再乱说，我有藏风令，本来想免费送你一枚，但你这态度，还是算了吧。你有？王女，哼，可莫要上了他的当。藏风令哪有那么好得？就算他有，他舍得拿出来。真不巧，我不但有，而且还有3枚。不过我没李师弟那么小气，王女若是想要，也不是不能送。江家如今人丁消零，多了确实无用，那也比没母亲的好。江世子若是真有，那你开条件吧。帮我写个名单，大华之内都有谁和你们北域通信？我不知道江世子在说什么。王女，我倒是可以给你推荐一个人。谁？我大华长公主，也就是我的堂姑姑。她之前便在藏风山习武，如今藏风宗的宗主更是我这位堂姑的师姐。她若是能同意，相信也就一句话的事。长公主吗？传闻先帝曾有意将皇位传给她，只因年纪尚小，才最终作罢。既如此，还请小王爷有机会替本王女引荐一番，也好让我看看这位大华第一美女究竟是何等风快。人就在这里站着，还要找人引荐？好说好说。藏风令的事情暂且不谈，咱们聊聊边事。本王女听闻小少爷乃是经商一品楼的会首。不错，承蒙京城各大商行抬举，3年前我刚刚继任会首。小王爷这个会首，恐怕不只是别人抬举上去的吧？王女消息倒是灵通。香膏的确是我手下一家商后研制出来的，而且采用的是全新技艺，无论香气还是细腻程度，都远非寻常香膏可比。这么说吧，我们的香膏若称第2，整个大化便没人敢称第1。这种技艺是我手下的人钻研许久才得到的，100年之内，我可以保证，无人能够超越。如此自信？自然。王女若是想要，待边事开启后，我可以给北域最大的诚意，价格上也能有所优惠。好，那本王女倒是可以考虑一番。对了，我手下的商号最近还准备做另外一门生意。什么生意？酒水。而且我可以保证，我们接下来推出的酒水，绝对比某些强买强卖的酒水
更烈也更好喝，最重要的是，价格还会更加实惠。真的吗？这是准备从镇国公府的酒水生意里撕下一块肉。我的酒靠的是现代蒸馏工艺，他凭什么敢说更烈、更好喝？看来小王爷这是冲我来的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商业正常竞争，总不能只许你们江家做酒水生意，不允许别人做吧？天底下可没有这般道理。江世子若是不服气，也大可以做香膏生意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眼红。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本上子也便做香膏的生意吧。江小白，你还真敢接！江小白，你若真的做香膏生意，那我可期待得很。香膏这一行我经营多年，不仅占据京城，周边诸多城镇也大多使用我手下商号的香膏。我所掌握的还是一套全新的制作技艺，只凭一个念头便想插手我经营多年的香膏生意。香膏耗银极快，成品若不能让市场满意，投进去的钱便会全部打水漂。江公子，我等着你的香膏。他若真敢入局，最后只会白白砸钱，那才更有趣。好啊，那小王爷就等着吧。我也不求赚多少银子，就全当给咱们大华的女子谋谋福利了。现代工艺制出的香水一出，香膏还有什么活路？既然非要踩到我脸上，那就陪你玩玩。王女，你们北隅使团后边不是也要前往一品楼吗？到了那里，大可以从一品楼各大商号中选品，届时咱们再坐下来好好谈谈。可以。既如此，那我和李兄便先告辞了。我送送二位。走，咱们也回去。王女留步吧，我们自己出去即可。也好。我不用你留步，要不你送送我？好呀，那小世子且等着吧。哼。腾兄，要不你……这北隅的人真没礼貌。赫连昭月为什么非要藏风令？江世子，刚才在里边说的那些话，我便全当是个笑话听了。至于香膏的事情，江世子可千万不要意气用事。毕竟生意这种东西，可不是嘴上说说便能做成的。你也不用激我，既然小王爷想玩，我可以陪你好好玩玩，只是最后别哭的是你就成。哈哈哈，好。那本王便等着看看江世子到底准备如何让我哭。哼，李兄，咱们走。生怕我只是随口说说，还专门留下来再激一次。既然这么想让我入场，那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降维打击。走吧，新年回府。是，世子。小王爷。就怕你刚才如此说了，人家回去以后也不见得真会进入香菇这一行。毕竟他又不少，不入，我同样会给他一个教训。他那酒水生意不是做得挺好吗？那我便从酒内动手。当然，他若真敢进入香膏这一行，那只会教训得更狠一些。也好让他知道，这生意可不是那么容易做的。弄了点酒水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在我面前，他还嫩着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唐姑娘，你平时用香膏吗？几乎不用。问一个整天练剑的人香膏，算是问错人了。他肯定懂。可我还得装作不知道他的身份，问不了。江小白，你不会真准备做那香膏吧？
京城里的香料几乎都被人垄断了。你现在去买，不但未必买不到，就算买到，也可能掉进对方的陷阱。萧清修让你踏进这一行，恐怕早就在香料上等着你了。谁说做这东西一定要用他们的香料？不用香料，那用什么？放心，我另有法子。若是好剑或武功秘籍，我自然喜欢。香膏最多只是看看，做出来你就知道了。新年去买几份香膏回来。味道清淡，确实好闻。萧清修倒真有点东西，但要让香味明显，怕是得佩戴多个，而且耗得极快，用不了多久就要换新的。怎么样？现在放弃还来得及。不，看过他的香膏，我更有信心了。花瓣揉碎，加盐，以高度酒密封浸泡，香味不够就换新花再泡几遍，最后过滤静置，香水就成了。香气更轻盈，使用也更方便，只需往身上点一点，香膏拿什么比？新年，去准备些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花，先准备1种，数量要多，再准备干净的密封罐、细布，还有做工精致的小瓶子，越漂亮越好。世子，您这是准备干什么？不用问，照办就是。刚说要做，这就开始了，他都不用再考虑。做香膏怎么还要用盐和酒？唉，总算弄得差不多了。好香！难道这香味真是他用桂花、盐和酒做出来的？世子，哇，世子你好香啊！世子香，这可真香啊！这就香了。现在只是初调，味道还浅，再放几天，好好过滤一遍，香气只会更好。过滤提纯的设备可以找天机楼定制，等到花瓣进去，香水出来，大规模生产就不是问题。香膏是吧？萧清修很得意是吧？等这东西出事，什么香膏香料都得靠边站。爹，我小叔他是不是死了？这你都能猜到？不难。若我是他背后的人，不论付出什么代价，也不会让他活着。可你小叔一死，多少还是有些可惜。昨日他吐血昏迷后，一直没有醒来。今日大理寺的人去提审，才发现他早已中毒而亡。哼，倒让他死得轻快。不过，也没什么可惜的。就算继续审，也未必能从他嘴里问出什么。这次他算计江家，反被我送进大牢，心里只会更恨我们。无论知道什么，他都不会轻易吐露。若我猜得不错，赵冰田恐怕也早就逃了吧。此事暂时还没有确切消息。小白，我在想，你小叔如今已经身死，要不要……父亲，小叔虽然姓江，但在我看来，他早就不是江家人了。这种人不配入江家祖祠。也罢。长公主，不知您有什么吩咐？后边几天，
萧清修会推荐本宫认识北隅王女，你先拖上2天，再在本宫外府安排一场门宴。是。此宴名为藏风宴。长公主，您这是？名单上的人都要邀请，除此之外，凡持有藏风令者，即便不在名单上，也可让你去办，你便去办。是。师姐来都来了，何必还躲躲藏藏？没躲。你设藏风宴做什么？师姐若是好奇，届时参加不就知道了。有时间我会去。接下来只要过滤便好。世子，进来说话。世子，这屋里怎么这么香，就跟进了花林一样。行了，说是。长公主外府派人送来请帖，邀您参加藏风宴。长公主本人就在这儿，府里怎么还派人来请？看来是她暗中安排的。藏风宴，这名字倒有些意思。好，等我忙完，咱们就过去。是。另外，世子，鹰叶祠已经建好，就在公府军营附近，效率还不错。鸿胪寺那边呢？最近几天可有什么动静？没有，安静得很。赫连昭月倒是挺有耐心。你先去准备马车，待会儿分头走。我们去长公主外府，你去一趟天机楼。去天机楼做什么？先看看咱们要的大炮做得如何了，再私下找少房主问一件事：酒水停醇过滤的那套设备有没有外泄？不管有没有，都让他严查一遍。普通酿酒手段不可能比我们的酒更烈，他的底气只可能来自那套设备。若真泄露了，天机楼里就有内鬼。是。月季花香、茉莉香、桂香，还有栀子香，我管这个叫香水。想要就拿着，送你了。谢谢。小白，这个怎么用？直接往身上撒吗？你要这么用，一瓶怕是都不够你一天造的。我教你，用1点就够。手腕内侧、耳后和脖棱，稍微点上1点就成。哦。这就可以了。对，以后你出门在外，保你成为万人迷。谁要当万人迷？走，咱们去长公主的外府看看。地方你知道吧？知道，就在我们唐家附近。既然叫藏风宴，这东西还是带上为好。到了。有高手。不用紧张，小子，你是不是叫江小白？这打扮怎么像黑白无常？是我。还真是你呀，哼，看着也不咋地。老二，你怎么看？长得倒是白白净净，但确实不咋地。特意堵在门口，就为了损我2句。这是给你的，拿去。赫连昭月求一枚，都得专门去找李景行。定远府那3枚更是几代人的积累，现在这么随便，一人送我1枚，太不咋地了。
不是，他们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。算了，先进去看看。这场藏风宴恐怕没我想的那么简单。这位想必就是江公子吧？正是。公子里边请。长公主走了。不用管他，八成是换大号去了。长公主到底请了多少人？江公子，请坐。我和长公主的关系多少有那么一点特殊，这个位置也算正常。这小子凭什么做守卫？我需要一个解释。这位可是镇北镇国公府，今日是藏风宴，来的大都是江湖人士。既然是按照江湖规矩设宴，排座位自然应该按实力来排。此人又是什么实力？不必，我很简单，我有京中3万大军的实力，还有北境80万大军的实力。除此之外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。仗势，可这确实是最快的办法。镇国公府既然有这个实力，为什么不用？难道还要站起来和他打一场？长公主安排这场藏风宴，到底想做什么？陈尚书也来了。江兄，杰儿，回来！江兄，你也在这里。陈兄，咱们上次不是说好了，有时间你来我府上找我吗？怎么后来一直没音讯？我迷路了。你迷路了？不会找个人问问？我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，街上没多少人，而且我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。坚儿，随为父去另外一边坐。陈尚书，陈兄既然愿意坐我这里，便让他坐这里好了。坚儿，快随我去另外一边。不行，江兄乃是我至交好友，我自然要和江兄坐在一起。我是你爹。哼，江兄曾经和我说过，随性而来，爹都不好使。江兄，我说的对吧？这话没错。江小白，爹，你对我至交好友，态度客气一点，否则，怎么，你个逆子还要打我不成？江兄，你不要因为我爹影响心情，咱们聊咱们的。实不相瞒，上次见过江兄的一阳指后，我回去最新研究了一番，还真让我研究出来了，就是威力没有江兄那么大。那根本不是武功，是沙漠之雕开了一枪。来，给我演示一下。好。来，干他！江小白，你别胡闹！行了，打树吧！好。
随口编的一阳指，竟然成真的了。江兄，还可以吧？这是尚可，还有待增强。江兄指点的是，我这一指确实还有许多不足。回去以后，我会继续钻研，争取再突破一些。江兄，我记得你上次还说过一种武功，叫吸星大法。这些日子，我一直很好奇，不知江兄能不能再给我讲讲？这个简单。所谓吸星大法，就是将对方体内的内力抽干，然后化为己用。抽干别人的内力，还能为自己所用？没错，这门功夫也是我侥幸看到的。他到底真见过，还是现编的？那黯然销魂掌呢？需要相思孤寂的情绪才能发挥，不适合你。乾坤大挪猴呢？唐姑娘，我后背痒，来挑一块藏风令，帮我挠上一挠。5枚藏风令，该用哪一枚呢？小白，你这有5枚藏风令呢，我不知道该挑哪个。确实难挑啊，算了，随便挑一个吧，就这个。咦，王女大人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我都没看到您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王女还没地方坐吧？要不坐我这桌？我把这4枚藏令拿开，给您腾腾地方。好重，没想到4枚藏风令放在一起，竟然如此沉。王女大人，要不要过来感受感受？几块令牌能有多重？他分明是在故意显摆。哼！唐姑娘，这一枚挠着不太舒服，换一枚试试。这枚也不行，再换一枚。哎，还是不行，再换一枚。江兄，看来你这5枚用起来都不太趁手啊。我父亲那里也有1枚，我去拿来给江兄试试。简儿，你做什么？爹，快把你身上那枚藏风令给我。你要藏风令做什么？我江兄后背痒，他那5枚都不太趁手，我拿你的给他挠挠。简儿，你心思单纯，被人骗了。简儿，来，江兄，快试试这个。那试试。咦，别说，你父亲这一枚藏风令用着还真挺切手啊。江小白，陈兄，这不太好吧？非常好，江兄乃是我的至交好友，1枚藏风令而已，江兄快收下，否则便是看不起我陈坚。既然陈兄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便却之不恭了。江小白，你欺我儿心思单纯，快将藏风令还我！哎，陈兄，你父亲不乐意啊？这枚虽然用着趁手之极，但我还是不要了吧。不行，爹，江兄乃是我的至交好友，我劝你不要不识抬举。简儿啊，我才是他亲爹。陈兄，你送我1枚，那我也送你1枚。陈坚痴迷武道，性子直，也没有什么坏心眼儿。与这样的人相处，不必时时提防，反倒轻松。拿着。这，那便多谢江兄了。客气。真心拿我当至交，我便不能一直拿你当工具。哼，这家伙至少还算当了个人。太子殿下到，小公主、三皇子到，八王府小王爷到。
镇影司万户，金大人到。定远府2位世子大人到。不对，天驾到！下次也让他走在前边，替我喊上2口子。让他拿剑砍人还行，站在门口扯着嗓子喊，实在古怪，还是算了。林彻，上次从相府回来遇到杀手，正是新老和林彻及时出手，替我解了围。还是一如既往的自来熟。小白，这位万户大人名叫金圣，他的实力据说已经达到8品。8品，比父亲还要高出1品。镇影司由萧劲玄直接掌控。萧劲玄看我不顺眼，他手下的人有这种态度，也不奇怪。反正看我不爽的人已经不少，也不差这一个。长公主到。这不是那位胡庭高人吗？他也来了。长公主，参见长公主。观澜楼专管江湖之事，看来他在江湖中的影响力比我想的还大。啊，那位是谁？竟能与长公主并坐主位？能有资格与长公主并坐，藏风宗宗主。今日邀请诸位前来，没有什么特别规矩。在座有朝堂中人，也有江湖朋友，还有远道而来的北隅贵客。既然能够聚在一起，便算有缘。这一杯，本宫先敬诸位。长公主客气，请。不过，本宫今日邀请诸位，也并非只是为了喝酒，还为了藏风令。一枚藏风令只能换取1次登山考核的机会，但若手中藏风令达到3枚、6枚，甚至10枚，藏风宗所给的待遇也会有所不同。所以，本宫举办藏风宴的目的很简单，让藏风令尽量集中起来。诸位不要误会，本宫对藏风令并无兴趣，本宫是想让各位以藏风令为筹码进行对赌，胜者拿走藏风令。这一趟来对了。这场藏风宴怎么像是冲着我来的？长公主，既然以藏风令为筹码，不知具体如何对赌，可有规矩？这场对赌，先从本宫开始。本宫有2枚藏风令，接下来与本宫对赌之人，若能赢，这2枚藏风令便归他所有；若是输了，他手中的藏风令便留在本宫这里。此后无论本宫赢下多少枚，都会全部押上。而挑战之人，若本宫手中的藏风令一次性输完，便由赢走令牌之人继续坐庄，后边的人可继续向他发起对赌。届时赌什么，规则如何，都由坐庄之人自己定。只要双方自愿，便可一直赌到。本宫如此说，诸位可听明白了？先给2枚，赢了还能自己定规矩，这机会简直像是专门送到我面前的。江小白，你说待会儿若是你上去，长公主会不会故意给你放水？这么多人看着，
他就算放水，也不能太刻意，估计会稍微掩饰那么一点点。那他若是不放呢？不放的话，等回家了，我让他给我捏一晚上。长公主，我能否冒昧询问一下，若是没有藏风令，又该如何参与？王女若是不说，本宫倒是差点忘了，没有藏风令，同样可以参与。你可以开出条件，坐庄之人若满意，自会让你入局，或者由坐庄之人提条件，你若能够做到，一样可以参与。但你的条件若不能让对方满意，对方开的条件你又满足不了，那便只能说声抱歉了。若我成了庄家，他想拿令牌，就得听我的。规矩，本宫已经说的差不多了，哪位先来？我先来吧，反正这枚藏风令也是侥幸所得，输了也就输了。不知长公主想比什么？拳脚，打败他即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看来我的运气还算不错。有酒有菜，还有高手过招，这藏风宴倒是享受。长公主手下的能人果然不少，我输了。眼下3枚了，继续对赌，谁若能赢，这3枚便全部拿走。下一个谁来？我来试试。我也想试试他的拳脚。你与他比武器，可是我的刀剑之术并不太好。那没办法，本宫现在是庄家，赌什么自然由本宫说了算。哼，我就不信了。4枚藏风令，下一个谁来？那我来试试吧。江小白，你晚点上去，岂不是更好？按照规矩，越往后藏风令积攒的越多。若长公主真会放水，你拖到最后再上，无疑更划算。都一样，对赌这种事，谁敢保证100%能赢？万一真碰到个厉害的，把庄家令牌全赢走，主动权可就不在我手里了。江小白，长公主，实不相瞒，在下这个人其实特别喜欢挑战，难度越大越好。而且在下武道方面颇强，所以还请长公主换一个我不太擅长的领域。如此一来，我赢起来才不会那么容易。那不知江献子什么不太擅长？这个嘛，其实，在写曲儿方面，要不长公主便让我写首曲儿，试上一试。好，既然江公子写曲儿不太擅长，那便写首曲儿吧。长公主，这已经不是放水了，这是放海啊！长公主，江小白在骗您。据我了解，此人极其擅长曲乐，还是换一个为好。既如此，那还是换一个吧。也行。其实除了写曲儿以外，在下写文章、写诗，包括连队，也非常不擅长。要不，长公主您从里边随便挑一个吧。
江小白，你放屁！师说马说是不是你写的？洛神赋是你写的？将进酒可是你当着我的面写出来的，如今谁人不知？还有连队，你在相府青楼留下的那些对子，现在还挂在那里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你不擅长？确实是我写的，可我能写出来，并不代表我擅长啊，只能说我有点东西。但各位请相信我，真的就一点点啊。长公主，还请您以武道而行。另外，禁止使用暗器。藤子秀，坐庄的人好像不是你吧？确实不是我，但我是为了公平。那就武道，且不得借助暗器。江小白武道方面狗屁不通，没了那威力极大的暗器，他必输无疑。江世子，请。好吧，这放水怕是不太好放了。不过我还有5枚藏风令，倒也还有机会。上次世子给长公主写的诗，公主很喜欢，所以特意送一个人情给您。江世子，果然武道非凡，是我输了。啊？不是，刚才发生什么了？你叫藤子秀是吧？是你让本宫以武道和江世子对赌的，结果本宫输了。说，你们两个是不是一伙的？长公主，这您可不能冤枉人啊！我刚才就说了，我武道方面强得离谱，要怪也只能怪长公主自己，轻易听信小人的话。江小白，你……行了，本宫也是愿赌服输的人。既然江世子赢了，这4枚藏风令便是你的了。多谢长公主。对了，在下突然想起来，家里还有急事，就先带着这些藏风令先走一步了。江小白，江世子，还请继续对赌，直到没人再挑战为止。否则，这4枚藏风令，你便留下吧。那行吧。来吧，谁来挑战我？那我便来试试。江世子，不知你想比什么？这样吧，就比我最不擅长的写曲儿。我不会。不会就等同于认输。李兄这枚藏风令，我可就笑纳了。来，下一位。等等，长公主，江世子这么做恐怕不合规矩吧？和，本宫之前说得很清楚，比什么由坐章之人说了算。那他若一直比拳儿，岂不是能很厉害？对，但若他一直比拳儿，相信也没有人会继续挑战。如此，他也只能带着已经赢下的离开。多谢李兄的藏风令。这样吧，你再来一次。下一场我不比曲儿，也不比诗词文章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来。景仁，莫要着了他的道。放心吧，二哥，只要不是诗词歌赋就好。况且少了1枚藏风令，我得赢回来才行。来，你说比什么吧。好，痛快。咱们就比年龄，看看谁更大。啊？我如今应该20有3了吧？你多大？长公主就比年龄，也合规矩。合。哈哈，不好意思，又赢了。多谢定远府2位世子免费送来的藏风令，来，我敬你们一杯。各位，这江世子诡计多端，对赌比试简直胡来。
我劝大家不要再和此人继续玩了，否则只会白白送他藏风令。这样，这次我玩大点，一共11枚藏风令，我全压了，赢了就全部都是你们的。我和你比武道，我压2枚，你若敢比，那便试试；若不比，定当我没开口。可以，比了。来，等等，怎么，你后悔了？不后悔，但比武道可不是我出手。陈兄，你来。好，剑儿，快给我坐下。我帮江兄，乃是我陈坚的荣幸。我劝你不要多嘴。剑儿啊，本想借藏风宴让剑儿结交些江湖高手，现在看来，就算拉拢成功，也全得算到江小白那边。来，谁上来都一样，只要比武道，这一场我赢定了。醉武成痴，甚至练到过走火入魔，这个儿子的实力，没人比我更清楚。这小子什么来头？再来！画虎掌！这画面前世武侠电影里才有吧？一阳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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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什么招数？还能连着来？看我大掌！如此年纪，竟有这般内力，距离九境入宗，怕是已经不远了。等等，我输了，这就不打了？江兄，你问问还有谁挑战？我陈坚全给你收拾了。陈兄，回来坐。好。坚儿，来为父这里坐。江兄，你那一阳指确实好，刚才连着几指下去，越用越顺。一阳指确实不错，不过回头我再教你一套别的指法。叫什么？此指法名为六脉神剑。六脉神剑，这名字听着就不同凡响啊！下一位，谁来？13枚藏风令，而且下一场我不会再让陈兄出手。王女，要不……不行，这家伙幺蛾子太多了，只要是他坐庄，就绝对不能出手。怎么没人上了？江公子，你确定陈坚不出手？当然，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，至少压3枚藏风令。3枚？用3枚赢我这13枚，怎么想小王爷都吃不了亏吧？我这里有1枚，这是我这几日高价求来的。原本我是想将它送给王女，但我实在见不得此人这副嚣张模样，所以我准备和他对赌，还请王女谅解。但我只有1枚，还差2枚，哪位肯借我2枚藏风令？若这一场赢了，我必定双倍奉还。我这里有1枚，既然小王爷有此兴致，赵某便支持一下。多谢赵兄。也罢，这1枚我借给你，但你们若赢了，我不要双倍，我要3枚。可以。金大人，劳烦您再出手一次，
如何？若此事成了，我送你2枚藏风令。你确定这小子不出手？确定。好。小丫头，来吧，本座瞬间陷入一只手。你可不是他的对手。那不用暗器，他连金圣一招都停不住。怎么，江世子准备亲自来？高人，那个一曲，帮我出手一次，如何2曲。2曲，好，成交。来，我让你2只手。连本宫都没想到，他竟会请师姐出手。8品对9品入宗，这怎么打？江小白，你他妈的耍赖！王女，看来您说对了，还好咱们没出手。只要这家伙做到，就绝对不能上。他不算耍赖。江公子先前只说晨间不会再出手，他可没说不能换别人出手。长公主，规矩就摆在那里，坐庄之人自然有坐庄之人的权利，你若不服，本宫也没办法。有人撑腰就是舒坦。来，得罪了。这就是9品，手都不用动就把8品震飞了。我输了。小王爷、赵兄还有李兄，我笑绝对不是在笑话你们，只是纯粹觉得这3枚藏风令拿的实在太轻松了些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妈的！多谢高人。不用谢，写曲儿吧，我现在就要。现在答应出去的曲子，当然得给。不知高人想要什么类型的？第一首要有侠气，有江湖。那个沧海一声笑，我便甚是喜欢，只是仅有1首，终究不够尽兴。那第2首呢？第2首要如女儿情一般，曲风柔情些，我也极其喜欢。啊，都这么简单？高人，您这要求也太难了吧？这岂不是得让我好生绞尽脑汁一番？呸！难，实在太难了。唉。高人您的要求实在太难了，所以我多写了1曲儿。这最后1曲名为《凉凉》，是我准备送给在场诸位的。还请高人在藏风宴结束之时，将这首《凉凉》弹给他们听。
来，下一位。现在可是16枚了。怎么，这就没人了？这样吧，下一场比武道，我亲自来。不过，依旧需要3枚藏风令。王女，不可以，这家伙不能信。既然无人挑战，那按照规矩，这16枚可就都是我的了。还请长公主正式决断。好，既如此，等等，既然江世子准备亲自出手，那我愿再赌一次。小王爷，我刚刚就是看没人上来，随便说说的，要不我收回？自然不行。各位，我手中的藏风令前边已经用过了，不知哪位还愿意支持我1枚？若这一场能赢，我同样双倍奉还；若是输了，我以1000两黄金回馈。只要江小白亲自上场，这一把就稳了。既然小王爷如此说，那我便支持1枚。多谢兄台。我也出1枚。这一场，江小白可是亲口说了，他会亲自出手，如此机会可不多啊。还有哪位兄堂愿意支持？小王爷，我这里有1枚。简儿，快把咱们那1枚拿过来。不行，咱家那1枚我已经送给江兄了。我就要你手里那枚。不行，这枚是江兄送我的。青州，你那里不是还有1枚藏风令吗？借我用用。我劝你，还是算了吧。此人嘴上说的好听，背后必然还有坑。我知道，但他说了亲自来，凭他那点武道实力，能翻起什么浪？这一场成了，我给你3枚藏风令。我拿那么多也没用，这1枚已经足够了。这样，我那里有一份苏城名手的字画。真的？当然。那好，不过先说好，那幅字画不管输赢，我都要。可以。江小白，你确定这一场你自己来？确定。不用暗器。不用。不是还没打吗？怎么感觉这3枚已经是江小白的了？江公子，请吧。小白，放心。高人，麻烦先弹一下第1首曲子吧。好。古琴弹出来的刀剑如梦，果然别有一番滋味。金大人，可看好了，我要开始了。他说的不是武道，是武道。这
这个家伙，人才。好一个江小白！别说，还真挺费体力。金大人，该您了。长公主，这一场应该不算吧？算。江世子刚刚说的就是比舞蹈，是你自己听成了武道，这怨不得人家。我就知道，从江小白嘴里说出来的话，不能信。19没了，各位可还有要和我对赌挑战的？各位，19枚啊！长公主，还请尽快换个坐庄之人。另外，我申请接下来的对赌不允许江世子参与。没错，我支持，我也支持，江世子绝对不能再参加了，再让他参加下去，我等的藏风令怕是都要落入他一人之手。江世子的意思呢？唉，行吧，既然各位都如此排挤我，那我不参与就是了。19枚虽然少了点，但就这样吧。19枚，还嫌少？我李家好不容易攒下的3枚，全被他坑走了。既如此，那便重新换一位坐庄之人。哦，那我能不能选我身边这位唐姑娘？长公主，还请您来点吧。不能选身边人。哦，不知王女大人想不想当这个坐庄之人？什么条件？很简单，你告诉我，当初是谁给我小叔做的内应？全名不用说，只要一个姓氏，只要你说了，我就定。不知道。这样吧，我借长公主您3枚藏风令，还是由长公主继续坐庄，如何？这家伙是打算把今天到场的藏风令全都收进自己口袋。好啊，既然如此，那本宫便谢过世子了。长公主不用客气，我记得这3枚是李兄他们那3枚，所以就用这3枚吧。希望李兄这边能给长公主带来好运。这3枚赢了算您的，输了算我的。不知哪位愿意先来？赢了，这3枚可就是你的了。我来。那便继续比武吧。对了，不是比武。装丫鬟装久了，她一捶肩膀，本宫竟然就想过去替她捏。师妹，你刚刚准备做什么？哦，本宫只是坐累了，起身简单活动一下，不可以吗？哦，
我还以为你要去江世子那里给他捶肩呢。怎么可能？本宫好端端的，怎么可能给他捶肩？就算要捶肩，也是他给本宫捶。师妹不用紧张，也不用解释，我只是随口一问。我竟然直接弹出来了。求不得放不下，这首曲子谁都能听出儿女情长。你们两个谁赢了？回长公主，奴婢赢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便继续，下一位吧。哼，那便让老夫来试试如何？看他衣服上的标记，应该是逍遥剑派的人。逍遥剑派，观澜楼曾拍卖逍遥剑派剑宗名卷，轰动江湖。前辈修为高深，果然快我一步。大哥，李家的第三人。听闻长公主今日设下这藏风宴，老夫一路紧赶慢赶，应该还不算来晚吧？不算。你若想试，便是。还需要藏风令才能对赌，长公主倒是好心思。他莫非知道观澜楼背后之人就是长公主？景行，拿一枚藏风令来。让这位前辈试上一试。咱们李家的3枚藏风令都已经输出去了，3枚全输了。是，全都输给了江家这位世子。江家，镇北侯府。之前是镇北侯府，现在是镇国公府。何时的事？我怎么不知？镇北侯府确实已经升为镇国公府。镇国公府前些日子大义灭亲，保住了皇家颜面。父皇为了奖赏，破例将镇北侯府升为镇国公府。原来太子殿下也在。说起来，你应该是江家最后那个小世子了吧？你们江家大义灭亲，还能灭谁？江兄，用不用我帮你弄死他？不用。不仅能大义灭亲，还能灭娘。哦，忘了，你娘不在了。将我李家的3枚藏风令拿来。定远府的藏风令，只有我说了算。我若不想给，谁也不能拿走。输掉的，哪怕是也不行。藏风令就在这里，你来拿一个试试。既然如此，那老夫先试一试。逍遥剑派前辈，好快的身法！我乃逍遥剑派的座上长老，你竟敢！逍遥剑派在我眼里算个什么玩意儿？我让你碰了吗？你就碰。你不是想要藏风令吗？你拿一个试试。怎么，刚刚要藏风令的人
不是你吗？我现在给你，你怎么还不动了？来，赶紧动上一动，本公子可还等着你来拿藏风令呢。比我更强的长老，连反应都来不及。你说让我拿，我就拿。哼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不想拿了。另外，了解我的人都知道，我这个人没别的习惯，就是记仇。今日这笔账，我会记住的。认怂就认怂，还给我放狠话。不过巧了，我这个人也记仇，而且我喜欢有仇当场就报。你可要小心点儿。哦，那我可要且等了。来人，把尸体处理了。江兄，你刚刚那一套连指，着实让我惊叹。不知我何时才能达到你这般水平？多练练，早晚有一天可以。只听描述，就能把一阳指研究出来。继续吧，下一位。大哥，这江小白就这么放过他？你要上去拿吗？咱们李家的3枚藏风令可不是那么好拿的，况且逍遥剑派的长老死在这里，等消息传回去，逍遥剑派自会找他麻烦。是。没人来吗？长公主，我们北域这边并没有藏风令，但我用北域10匹上等好马，再加10株上好的白参，换取一次参与的机会。不好意思，本宫对这些不感兴趣。那就还请长公主开个条件吧。所以这条件便由江世子来提吧。对了，刚刚这位定远府的大世子不是问我江家大义灭亲灭的是谁吗？我现在告诉你，灭的是我小叔，他和北域勾结，回来以后便带兵造反。哦，你们江家不是号称满门忠烈吗？怎么，这也出了一个叛徒？是啊，我们也没有想到。王女大人，我现在问你几句话，你可以不回答，但沉默便代表认可。等结束以后，我便给你一次参与的机会。什么意思？我小叔和定远府李家有没有勾结？长公主，您看到了吧？王女沉默，便代表认可，所以定远府和北域勾结了。还请长公主现在派人将这3个反贼暂时拿下。什么？江小白，你少血口喷人！江小白，你刚刚说的事情我可没有答应，而且据我了解，你小叔和定远府应该没关系。各位看到了吧？堂堂北域王女竟然当众袒护定远府，这问题可就更大了。还请长公主明鉴。记仇是吧？现在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有仇当场报。江小白，你这是血口喷人，你这是在污蔑我定远公府。江小白，你把话说清楚，谁袒护他们了？大家快看，王女急了。这么急着解释，说明这里面必然真有事。这北域难不成真和定远府有关系？王女确实有些急于解释了。江小白，风水轮流转。王女不必解释，清者自清。我相信长公主应该看得出来，我们定远府是被江小白冤枉的。唉，我没看出来。来人，先将定远公府3位世子暂时收押起来。前脚扣帽子，后脚就收押。长公主，如此明显的诬陷，您不可能看不出来。3位，
还请配合我等。大哥，咱们怎么办？3位其实也不用这么为难，大可以强行逃出去嘛。我相信长公主府这些人应该拦不住你们。确实拦不住，但若真强闯出去，岂不是正好被你定个畏罪潜逃？3位放心，此事我会尽快上报陛下。王女大人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：我小叔私通北域的同党里，有没有萧清修？我不知道。哦，不知道，那就是有。长公主，还请将小王爷也一并收押。等我有时间了，我会亲自向陛下申请调查此妖。江小白，你连我也敢带上？清修，其实本宫是相信你的，但相信归相信，该调查还是要调查。哎，带走吧。江小白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赶紧带走。哥，你也帮定远府说句话呀。子敬，我想看看我家江双子敢不敢把你也送进去。他是真敢，更关键的是，自己这位姑妈恐怕也真敢当场把他一起办了。王女大人，多亏您指出了这几位罪魁祸首，来，我敬王女一杯，以示谢意。江小白，既然王女大人已经完成江世子的条件，那就赶紧派人出来参与吧。不上，拿不到藏风令，上了就等于承认刚才是我指认了他们。王女，这一局上也不是，不上也不是。王女大人如此大公无私，帮我指认出4位有问题之人，如今有机会上场，怎么反倒犹豫了？莫非王女这是准备放弃藏风令了？从他出狱到现在，我竟一次便宜都没赚到。东老，你上去。是。不知长公主想比什么？武道。若只是这些丫鬟，老夫足以拿下。不过这一场，本宫亲自来。他竟然亲自下场。红鹿寺那笔账也该算一算了。长公主，您金枝玉叶，老朽不过一介俗人，待会儿若失手伤了您，恐怕不妥。本宫自小便在藏风宗习武，真论起来也算半个江湖人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狱长劈开假山，原来真不是夸张。刀剑江湖配这一战，还真有那味儿了。江兄，这位长公主实力很强，你是她的对手吗？不好说，得真正打一场才知道。你，东老，大华长公主的实力竟然强到了这种地步，这招式为何江小白身边那个聋哑高手如此相似？不可能，堂堂长公主怎么会屈尊跑到江小白身边当一个丫鬟？来，
下一位。王女，对不起，长公于修为远比看上去可怕，他方才恐怕还留了手。是堂堂正正赢的说了，所以咱们莫名其妙帮江小白指认了4个人，最后连1枚藏风令都没拿到。别说了，王八蛋！借出3枚，赢回5枚，确实不少。若是没人继续，本宫这8枚藏风令便收下了。去，拿给江世子。江公子，你之前借本宫3枚藏风令，如今本宫又赢了5枚，便都给你吧，就当本宫给你的奖励了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连演都不演了。多谢长公主。接下来可还有人愿意继续坐庄？若是没有，今日的藏风对赌便到此为止。我现在手里已经有21张藏风令，有没有人想继续和我比上一比？赢了可就全是你的。王女大人，要不要再来一次？来你个臭脑袋，给我想办法，我想砍死这个王八蛋。既然没人参与，那今日藏风对赌便到此为止。接下来大家想吃便吃，想喝便喝，酒水管够。师姐，他现在有21条藏风令，按照规矩，是不是够了？王女，此曲敬你。王八蛋！哥，再等等，江世子还没走呢。走。江小白今日成了最大的赢家，难道这场藏风宴本就是长公主为他而设？咱们也走吧。藏风令的事情，只能另外再想办法了。21颗藏风令啊，这东西多了，确实压手。王女，要不要过来体验体验？我体验你个大脑袋！坚儿，咱们走，跟为父回家。不，以后我就跟江兄了。江兄的家就是我陈坚的家。江公子，还请您劝劝我儿子，他若真去了江家，也不太合适。陈兄，我看你还是回去吧。回去以后好好收拾收拾，可别落下东西了。江小白，你有道理，爹，赶紧走，别耽误我搬家。坚儿，你等等我。你坚儿。这么多藏风令，到底有什么用？长公主，那我们也告辞了。好。李家那3位世子，还有萧清修，关上3天。是，奴婢明白。师姐，江小白如今有21颗藏风令，远远超过门规所需。您若得空，回宗准备准备吧。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小子，今晚你的机缘倒是不浅啊，竟拿到了这么多藏风令。还行还行，说起来还多亏2位相送呢。小世子，不介意送我们2个老人子一行吧？当然不介意。2位请。小世子先请。你们2个，年轻人啊，就是容易冲动。哎，赶紧干活。
来吧，谁让咱们两个欠长公主的人情呢？好。好冷，又好热。这小子的底子也太差了吧！废话，都这个年纪了，连内力都没有，底子能好到哪里去？咱们能勉强替他打下基础，就已经不错了。长公主，这小子练武终归晚了些，我们兄弟二人只能算勉强替他打下基础。这就足够了，多谢二位前辈。先别谢，这次说好了，我们欠您的人情算是彻底还清。以后再有这种累人的活儿，可别找我们两个老东西了。放心。不过有一件事，老夫一直想不明白，长公主为何要如此帮这小子？他的2位哥哥曾答应我一件事，而我也答应了他的2位哥哥一件事，所以我也算是在还人情。既然任务完成，我们就不多留了，告辞。咦，那2个黑白无常呢？唐姑娘，那2个老头呢？不知道。那他们打晕我做什么？也不知道。那2人是绝世高手，我当时也被打晕了，醒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，只留下了他。没有抢东西，看来确实没有恶意。怎么了？感觉不太对劲呀。哪里不对劲？就感觉轻飘飘的。这怎么回事？你先别动。这就是内力。你身上怎么会有内力？难道他们打晕江小白是为了传功？素不相识，他们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？莫非那2个老头是长公主安排的？大概率跟那2个老头有关。如果是他安排的，这份礼是不是太大了？他图什么？哎，行了，先不想了。天色也不早了，咱们回去早点休息吧。身体里突然多出内力，谁睡得着？找到了。现在我有内力了，这套功法是不是可以练练了？那个，我睡不着，所以小小的学习学习。哎呀，我忘了，你个聋哑丫鬟也听不见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。他能防身，但一旦被人摸清，终究会受限制。消息传回逍遥剑派，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哼，我江某人可不是为了看图，我是为了学习。
对，很纯粹的学习。不能再看了，再这么看下去，容易出事啊！哼，狗男人，看的书看这么晚，害我等到现在。咦，谁在说话？哼，若非那2位前辈修炼的阴阳无极功太过独特，本宫才懒得管你。2股不同内力汇聚在你一人之内，也算你的运气。只有尽快达到1品，他体内的力量才能真正稳固。不对，没有功法支撑，内力怎么可能自行运转？既然一股已经开始运转，另一股就不能继续停着，否则阴阳失衡，反倒会出问题。是我引导的太慢了。喂，那个，你们继续。唐姑娘，你帮我扶好她。长公主竟然说话了，她这是怎么回事？唐姑娘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些事情要和你说。本宫叫你乱看小人书。来，唐姑娘，坐下说话。唐姑娘，你是不是很意外我为何突然会说话了？是，太意外了。其实咱们今晚见过，我叫萧云舒，也是大化的长公主。长公主？怎么，你好像一点都不惊讶？不，请长公主一定相信我，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惊讶。唐晴霜见过长公主，咱们也算相熟了，唐姑娘不必如此客气。不过，我希望唐姑娘能帮我暂时保守这个秘密。江小白本来就知道，这秘密我该怎么保守？长公主放心，我一定保守。那就好。唐姑娘还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你们2个刚刚是怎么回事？江小白体内有阴阳无极功的根基，这根基刚刚形成还不稳定，只有他尽快达到1品，才能保证不会出问题。那他现在没事了？应该没事了，不过还需要巩固几天。那就好。你们2个刚刚是怎么回事？江小白体内有阴阳无极功的根基，这根基刚刚形成还不稳定，只有他尽快达到1品，才能保证不会出问题。那他现在没事了？应该没事了，不过还需要巩固几天。那就好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好了，天色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奇怪，昨晚研究龙凤和气诀睡得那么晚，今天居然一点都不困。就是这胳膊怎么有点疼？难道是修炼的时候出了问题？内力淤堵，经脉扩张。咦，我记错了，我记得明明塞到床下了呀。
走啊。你今日感觉如何？还和昨天一样吗？不一样了，好像比昨天还轻。莫非我是这世间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？睡一觉实力都能见着，1天长1匹，9天就入宗。开个玩笑而已。哦，对了，我这胳膊莫名其妙有点疼，这该不会是修炼出了问题吧？比如内力淤堵、经脉扩张什么的。有可能吧，练武这种事情，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。可我这内力淤堵，怎么如此远？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有人掐着我的肉，狠狠拧了2拳一样。你可以放心，昨天晚上绝对没人拧你。是吗？世子，王女他们来了，眼下就在府外等着呢。我还以为他们还要再等几天。既然来了，就让他们在外边等着吧。回世子，大炮已经做出13个了。天机楼可能存在泄露一事，少房主说他会好好追查，若是有眉目，自会派人通知世子。若是有人泄露，不管是谁，他绝对会顾惜。可以，莫离这个人我还是信得过的，尤其是天机楼，真有人把东西泄露出去，对天机楼自己也没好处。行了，忙你的去吧，该备酒的继续备酒。是。爹，您怎么出来了？出来活动活动，刚好看到有人过来。那个应该就是北域的王女吧？爹和北域之间可是深仇，千万别当场拔刀。放心吧，他们是使团，你老子我还没那么冲动。不过，这个王女不简单，看到我之后便主动下了车，然后和老子对视了一炷香，愣是没有半点退意。行了，忙你的去吧。前2日我便和小王爷约好了，今日去经商一品楼，所以您这边没有意见吧？啊，你确定不换1天？我记得昨天晚上萧清修不是被长公主收押了吗？江世子，人家毕竟是八王府的小王爷，只要下面的人把消息通报回八王府，相信小王爷自然会被放出来。哼，看来萧清修还没被放出来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去一品楼吧。去经商一品楼。江世子，在这一品楼内，我想和你赌一次。哦，王女想赌什么？我若赢了，你给我1枚藏风令。那你输了呢？今日，本王女不会输。你都不会输，那我还和你赌什么？不赌。这人根本不按常理出牌。好，我若输了，便告诉你赵冰婷在哪儿。他既然敢这么说，就说明他8成真的知道赵冰婷难道已经和北域接触了？不感兴趣。赵冰田不过是个丧家之犬，想必也蹦跶不了多久。王女，还是换个条件吧。这样吧，我若输了，便告诉你一个关于你们长公主的秘密。不知江公子意下如何？长公主的秘密，小胖蛋还是藏风宗？王女能不能先透露一下，大概是哪方面的秘密？现在说了，还叫什么秘密？那赵冰田的下落，再加上长公主这个秘密，一起算作你的赌注。否则，这枚藏风令，王女就别想了。可以。那就说说王女想赌什么？小少爷先前说过，
今日经商一品楼会来大华境内的8大商号，再加上经商自己，一共9家。咱们就比一比，谁能率先拉拢5家支持，谁便获胜。如何拉拢？自然是谈生意。镇国公府如今不是也有酒水生意吗？江世子大可以拿出来试试。若真谈成了，凭8大商会遍布各地的铺面，你们的酒水便能铺满整个大华。可以。那先说好了，输了以后不能急眼，耍无赖那一套，我可不想在你身上看到。好说好说。就怕我不赌，看来他们早有安排。唐姑娘，我给你的香水还带着吗？不行，我的。我回去给你2瓶。那也不行。我看我就借了功，你可以打我给他。我回去帮你拿一些。也行，不过每一样都给我装1瓶。好。借一下和回去再拿有什么区别？这倒是不错，看来这小王爷也不算一无是处。江世子，怎么了？刚刚你那护卫去做什么了？从弘历寺回来后，我顺手做了些类似香膏的东西。王女既然说要谈生意，我便拿来试试。王女，看来这一次咱们稳赢了。江世子，在外边等着也是等着，不如先进里边转转，提前认识认识各大商后的主事也不错。可以，走吧。哦，这里倒是有点意思。这位想必就是北隅王女吧？在下谢秋来，经商主事之一。小王爷之前特意交代过，若看到2国使团前来，一定要好好招待。谢主事客气了，不知小王爷现在可到了？还没。说起来，今日倒是有些反常。小王爷明明说好会早些过来，直到现在却还没有动静。不过王女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去八王府过问了，想来用不了多久，小王爷便会过来。那各大商号的人呢？已经在来的路上，应该也用不了多久。而且这次还有一位特殊的大人物会到场。说起此人，哪怕我们小王爷见了，也得客客气气。谁？王女到时候便知道了。对了，王女，这位是谢主事，这位也不简单，乃是你们镇国公府的江世子。江世子不认识，此人故意的。王女，你们2国使团先四处看看，等小庄作到了，咱们再具体详谈。好。你哎呦，住手！谢主事，快请起，你没事吧？谢主事，你可千万别误会，刚刚我就是看到你身上有一只蚂蚱，所以帮你踩死了。不对，蚂蚱出现在这里，好像不太合理。那还是换成蚊子吧。没错，就是一只蚊子。放心，本世子刚才已经帮你狠狠踩死了。江小白，你未免太过仗势欺人了吧？你镇国公府又如何？我可是八王府的人，而且我还是小王爷身边的。哎，你脸上刚刚又有一只蚊子，但飞走了。来，你不用管它，你继续说。江小白，我他娘和你拼了！好大的蚊子！
这儿也有一只。咦，谢主事，你裆上好像又落了一只蚊子。江世子，别，我错了。哎呀，谢主事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我真就是帮你打蚊子而已。谢主事一定信我吧？我信，多谢江世子帮我打蚊子。不用客气。不过俗话说得好，亲兄弟还明算账。我帮你打蚊子可是要收费的。还收费？不多，1万两即可。1万两？怎么，谢主事嫌贵？咦，好像又来了一只。我给1万两，我现在就去取。谢主事果然是爽快人。王女，你看，我这才刚进来，便已经和经商主事谈成了一笔1万两生意。从他走得这么快就能看出来，这位谢主事有多迫不及待。江世子，这是谢主簿让我交给您的。回去告诉谢主簿，以后若身上还有蚊子，随时知会本世子一声。是。对了，王女是不是也该想起点什么？国子监那场讲课赌约，我可是赢了，所以您还欠我1万两。没有。行吧，那就当上次去春月楼玩是我请王女了。但可先说好，王女可得记我一个好。放心吧，本王女这辈子都忘不了。看来最近刺激多了，耐心倒是长进了。老师，您果然也在。老师，老师，您今日来的正是时候。怎么说？我听我爹说，今天会有一位大人物过来，到时候我给您介绍介绍。什么大人物？哦，就是隔墙有耳，换个地方悄悄说。现在不听也没什么，反正那位大人物来了以后，咱们自然会知道。老师，这位大人物是大华第一钱庄万通钱庄的老板。钱庄老板，光是有钱，应该还不至于让你这么神秘吧？老师聪明，万通钱庄如今还是青山会最大的赞助者之一。青山会的赞助者？如今老师身为执笔人，应该清楚青山会在大华的地位。而且青山会里还有几位能和老师一较高下的人。这件事我记得，其中一位就是这位万通钱庄老板的女儿，她还有一个称号，苏城魁首。苏城魁首，她的字画万金难买，能在青山会里和老师一较高下，自然不是不。这么厉害？当然还不止这些，这位大人物背后还有一个江湖门派，那个门派高手如云，据说9品入宗的高手就有3位。钱庄、青山会，再加上一个高手如云的江湖门派。老师放心，我爹和他认识，若有机会，我让爹给老师牵个线，你们认识认识。可以，认识一下总没坏处。这是老师，看来8大商会的人到了，出去看看。这排场还真够大的。各位，实在抱歉，我们小王爷还没到，今日只能暂时由我接待各位。各位里边请。老师，第一顶轿子下来的人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位大人物。居然是个女的。对，如今的万通钱庄就是靠她一人撑起来的。那确实厉害。老师，那就是我爹。8大商号坐轿，客商乘车，区分倒是明显。此事啊，请吃吃。
这些商户原本就有和赫连昭月合作的打算。你就是江小白吧？你认识我？不认识，但我知道你。哼！老师，您和他……我不认识他，第一次见。难道是因为萧清修？能掌控第一钱矿，不该如此沉不住气。童儿，爹，老师，这位就是我父亲，镇国公府江小白。小世子的名声，我昨日入京时便已经听说了。我叫方荣山，手下有一些商队，以后小世子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找我。方老板客气。我儿子转拜小世子为师的事情，我也听说了。不过，年轻人有时难免冲动，此事还望江公举不要太过在意。爹，您说什么呢？方老板放心，若是哪天方童想退师，我这里随时都可以，绝不会有任何阻拦。我既然已经拜老师为师，就绝对不会退。哼，你个年轻人懂什么？哼，老师，您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会处理好。等得空了，我就回总院一趟，亲自和阁老说清楚。可以。江少子，我们小王爷早前吩咐过，您坐在最外边就好。你家小王爷今天怕是来不了了。而且我和你家小王爷交情颇深，如今他人不在，这里总得有人替他主持，对吧？啊！所以，这会长，我便辛苦帮他暂代一下吧。哦，对了，我这个人替别人做事可是收费的，不多。友情价1万两就好。先说好，你可千万别多给我，否则，别怪本公子和你急。江公子，这万万不妥！这是我们小王爷的主位，待会儿小王爷过来，若是看到您坐在这里，我承担不起啊！我好歹也是镇国公的世子，暂替一个会长而已，有什么不妥？没什么可是的，就这样吧。我替你们小王爷决定了，这会长之位，就这么愉快的让我暂替了。既然本世子现在暂替会长，那我便先宣布一件事情吧。我决定将镇国公府的酒水全面扑向大华，你们8大商后就支持一下吧。哼，谁若是不支持，以后就休想再和我经商做生意了。无耻，太无耻了！我想砍死这个王八蛋！他霸占小王爷的主位，转头就逼8大商会替他扑酒水，这分明是在作弊！王女放心，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暂替会长，可没人信服，便没有任何意义。这些主事哪个不是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人精？他想凭一张嘴让所有人乖乖配合，根本是痴人说梦。我们什么都不用做，坐在这里看他的笑话便是。哦，对了，我这里除了酒水之外，还有香膏的生意。我的目的也很简单，挤掉小王爷现在的香膏生意。相信有各位配合，应该用不了多久就能做到了。生意场上的事情，您不懂生意，可没有您想的那么简单。香膏生意乃是小王爷手中的王牌，销量极好，几乎遍布大化各处，这不是小世子一句话便能够挤掉的。另外，小世子还是快快下来吧。若等小王爷来了，看到您坐在这里，怕是最后闹得大家都不太好看。没错，那主位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坐的。我确实不会做生意，
但我也明白一件事情，好货是不怕铺不开的。可别说本世子没给你们机会，现在谁率先喊一声支持我，本世子就给谁香膏优先铺货权。至于后边的，只能依次变得死对。毕竟我这香膏一旦拿出来，必然极其抢手。到时候若都抢疯了，你们再想下手，可就晚了。香膏生意的话，小世子怕是真想多了。江公子，我能否问问，你为何会如此自信？一句话就能让整个大厅安静下来。小世子连解释都不愿意解释吗？看来你也不过只是一张嘴而已。随你怎么说吧。小子，你爹在我面前也不敢如此说话。你和我爹认识？算以前的旧识。上一辈的事情与我也没关。我觉得先入为主的情况下，过多解释也无用。香膏我已经派人去取了，届时来了，结果也便知道了。所以，你们确定无人参与？爹，你快上！江圣子，我方家愿意支持你一下。我们方家虽不是8大商号，只是常年走南闯北的客商，但在苏城周边也有一些商铺。若江世子的香膏真能做出来，便可以交给方家试试。好，本世子香膏的首发就交给你们方家了。方老板放心，有我的香膏，你们的方家足以让为大华第10家商后。那就多谢江世子了。不用客气。你看看你们，如此天大的好事摆在眼前，竟然都不知道抢。等到后面，只怕你们想抢也抢不到了。那我们宁愿后悔着。等他们真正见识过，还笑得出来吗？参见4位主席大人。主席大人，若不是下人过去知会，我们4人还不知道小王爷今日竟然没有到。回大人，我已经派人过去问了，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。你下来，这个位置可不是你能坐的。这位置，我如何做不得？哼，这位置只有我们经商会长才有资格坐。我不管你身份如何，哪怕是皇权贵族，在一品楼内也要循这个规矩。所以，还请你下来吧。会长，萧清修在如此重要的场合都能擅自不来，他这个会长当的也不称职啊。所以，从今天起，这会长让给我如何？江世子，你莫要乱说，这会长之位哪能说让就让？我们小王爷必然是有急事耽误了，否则怎么可能缺席今日的商谈？4位意下如何？想要取代现任会长可没有那么容易，你达不到。达不到，你倒是说说看，万一本庶子真比小王爷更适合呢？好，那我便和你说一说。首先，想要坐上经商会长之位，便要向经商注资100万两。这100万两，你拿得出来吗？100万。除此之外，会长轮替还需要8大商会共同支持。但凡有1位拒绝，你这会长都轮替不了。这一点，你又能行吗？据老夫所见，这里好像连1家支持你的都没有吧？小王爷这会长做得极好，我们合作的也愉快之极，为何要换呢？没错，小王爷今日虽然没到，
但今日的事情一样可以商谈。若真是如此简单的话，那这会长的位置，今天岂不是真的要易主了？哎，也不知道小王爷出来以后，发现这一品楼已经没了他的位置，会如何作想？江小白，他凭什么如此自信？小世子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边是不会支持你的。我也一样。童儿，这次你跟我回苏城吧。